云顶酒店1701号房，在这里。奇怪，怎么突然感觉好热呀？妈妈啊！谁让你来的？我大哥让我来送文件的，你放开我！别装了，你要送的不就是你的身体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会跟一个陌生男人？要是让家里人知道，会打死我的。起来！站住！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都给你说了，我每天早上要喝美容粥。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吗？妈妈，我今天实在没来得及，对不起。你在我们家白吃白喝，连煮个粥你都偷懒，我养你有什么用？妈妈，我每天早上4点就起来煮粥做早餐，我真的没有偷懒。你还学会顶嘴了是不是？妈妈，别生气了，我等会陪你去逛街啊。还是我们家小梨子贴心。我先回房间了。等一下，姐姐，我说你怎么夜不归宿呢？原来找男人去了。顾千羽，你谈恋爱了？妈妈，你快看，姐姐脖子上都是粉痕。姐姐，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呀？感情还怪好的，你怎么能迫不及待上床呀？顾青云，你真不知道颜值，一天没男人碰你，你是不是就难受啊？不是这样的。郭青云，你跟谁谈恋爱了？对方家境怎么样？你给我1五1十的说清楚，不然我打死你！大哥，昨天晚上你让我送文件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啊？大哥，你回来了。我刚做的饭菜被爸妈他们吃完了，没关系，我再去给你做。没事，我在外面都已经吃过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一会儿有点事儿，你可以帮我把文件做一下。当然可以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，那个地址啊都写在里面了。啊，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不着急，你先把饭吃了再去吧。你饿着肚子，我会心疼的。吃饭哪有大哥的事重要呀？先把牛奶喝了吧。大哥第一次对我这么好。大哥，那我先去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顾宇，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我是你的大哥，自然要为你的终身事业考虑了。王总的条件很不错，
你嫁给他是高欢了？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你不会是想让我跟王总发生关系，然后把我嫁给他吧？事到如今，我也就不瞒着你了。我们顾家跟王家一直都有合作，只不过之前都是小项目。现在只要你嫁给他，我们的合作就可以顺利进行。大哥，你因为一个项目，把我嫁给一个陌生男人。青云呀，我们顾家养你了这么多年，你不应该报答我们吗？我不嫁。我实话告诉你，王总昨天晚上已经把全程录下来了。你要是不嫁，我们就发到网上去，看你到时候怎么做人。王总，我妹妹还不错吧？万一个屁！等我一本声，你妹妹都没出现。你说什么？顾氏集团，他真是来送文钱的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一早收到消息啊，说你昨晚被算计了，没想到你这千年铁树居然开花了。没过敏，我薄家子嗣有望了。我真没过敏。哎呀，我薄家啊虽是首富，但10代单传，子嗣凋零，天不垂年，你这个唯一的继承人居然还对女人过敏。哎呀，这下老天开眼呀，给我们薄家送来一个福星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跟奶奶去把那个福星接回薄家，她呀可是薄家未来的女主人。衣服穿上，赶紧的。哦。老夫人、伯爷，已经查清楚了，昨晚那个女孩叫顾青雨，是顾家人。顾青雨。好，出发去顾家。是。姓顾的，你敢耍我？给我等着！不是。王德发说你根本就没去他房间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王德发，哥，不会是那个王权集团的王德发吧？哎呦，我听说这个死老头啊，因为不能人道，导致心理扭曲，经常以虐打年轻女孩为乐，打死了2个呢。大哥，原来你不仅让我嫁给一个老男人，竟然还是这样一个变态！姐姐，话不能这么说呀。哥哥也是为你好，那王总虽老，但男人老了会疼人，而且他只不过是有一点小癖好，就算不能人道，也正好你不用生孩子了吗？既然王德发这么好，那你怎么不去嫁呢？姐姐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听说生孩子很疼的，你不用遭这个罪，是在替你高兴。哎。怎么跟小林子说话的？给他道歉！道歉！我哪里说错了？王德发既然真有那么多好处，那你怎么不去嫁给他？小梨子怎么能嫁给那种变态呢？那我就能嫁给那个变态了吗？你怎么能跟小梨子比呢？顾青雨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？王总虽然不能人道，但是他也绝不会看上你这样一老女人。你说清楚。昨天晚上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？是你让我送文件到云顶酒店1701号房间的，我怎么会知道是谁？什么1701？我说的是110幺，你让我这样怎么跟王总交代？姐姐，你走错了房间就应该及时出来才对啊，怎么能跟陌生男人上床呢？女孩子应该自爱，你这也太随便了。我是被强迫的。我不相信，如果你拒绝了，人家还会强迫你。
说不定是你没有拒绝，甚至主动迎合，人家才会顺水推舟睡了你吧。姐姐，你再怎么空虚寂寞需要男人，也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犯错呀。大哥好心给你介绍男人，你要是让王总知道你在婚前给他戴了绿帽子，那他生气了，万一迁怒于顾家，可怎么办呀？要嫁你嫁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一个变态。混账！老夫人，伯爷，这就是顾家所在的小区，马上就能见到顾小姐。那快进去。你自己不检点，还羞小梨子！顾青云，你从小你就不学好，还处处针对小梨子。我们把你接回来，不是让你欺负她的。爸妈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他从小在乡下长大，粗鄙不堪的习性已经深入骨髓，很难改变的。早知道就不应该把他接回来，让他在乡下发烂发臭。爸妈，哥哥，你们不要骂姐姐了，我挨骂2句没事的。她毕竟是你们的亲人，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一个外人而影响你们的感情啊！小梨子，你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是妈的心肝宝贝，永远都是啊！小梨子，亲情不是由血缘决定的。虽然你跟我们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但是你才是我们的家人。小梨子说的对，肯定是你没有反抗才会被男人睡。顾青云，你怎么这么贱？你们都是我的亲人，却没有一个人相信我，怪我，我就不应该回到顾家。我太看重亲情，才会落得今天这种下场。哎，带着那东西赶紧滚！跟你住在一起，我嫌脏。姐姐，你都已经回到顾家了，怎么还想着别人啊？你该不会觉得顾家人没有那家乡下穷人好吧？这是我和奶奶唯一的合照，你还给。想要吗？不给。不要！不要！顾董，不好了！王权集团取消了之前和我们所有的合作，还说我们想要的项目别想拿到。顾青云，你个成事不足、为臣有约的扫把星！看我今天打死你个灾星！我的人，你也敢动？我的人，你也敢动？是他，好孩子，你没事吧？别怕，我是他奶奶，我们来接你回家吧。你的人？哦，原来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奸夫啊！你们还有脸到我们家来找死啊？保镖呢？都死了吗？啊！赶紧把这个奸夫、淫妇，还有这个死老太婆给我绑起来！你们快走，我不能连累你们。别怕，有我们伯家在呀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敢碰伯爷，不要命了！伯爷？什么伯爷？你说呢？该不会是首富伯金寒吧？你们这种身份，能见到伯爷和老夫人，那是沾了少夫人的光。少夫人？没错，你们刚刚要打的就是我的孙媳妇。后天我们伯家要举办订婚宴，公开她和我孙子的婚事。好孩子，你愿意跟奶奶走吗？好，咱们走。给我打！别过来！
今天少夫人进门，不一针晦气，就饶你一条狗命。老公，你好忙啊！废话，都打成这样，能不疼吗？哎呀，慢点，哎呦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不过这顿打来的值。这顾千羽嫁给伯爷，那我不就是伯爷的老丈人了？这么说，咱们要发达了。对呀，爸说的没错，伯家是首富，我就是伯爷的二舅哥呀！我让他们出钱，把我捧着领地呀！伯爷手里随便露一点，那我们顾家都用之不尽啊！好羡慕姐姐呀！明明这么的不堪，却能够嫁给伯爷，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会？小梨子，你想嫁给伯爷？这个简单，我们让那个顾清月把婚约让出来，你嫁过去。妈说的对啊，小梨子比顾千羽更加懂事，也对咱们更好，让她去嫁给伯爷，对咱们顾家更有利啊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嫁过去之后，凡事一定以顾家为重。可，要是姐姐不同意怎么办呀？她敢？你忘了她这些年是怎么舔咱们的？我让她往东，她就不敢往西。咱们哪次打她骂她，只要给她点好脸，她不就兴高采烈的呀？没错，只要我们答应顾清羽回到顾家，她肯定会感激涕零的，肯定会把婚约让出来。按这么说，伯爷这样的大人物，他顾千羽不配嫁，我们让他回到顾家当牛做马，已经是他最大的荣幸了。就这么定了，后天咱们盛装出席，参加小梨子的订婚宴。伯奶奶，伯先生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这么见外。啊，不了，其实昨天晚上我怎么了？肚子突然好痛，赶紧送医院，快！没事。医生啊，我孙媳妇怎么样了？应该是长期营养不良，喝的胃疼。不过她疼的部位不仅是胃，还延伸到小腹。昨天晚上是不是有过激烈的方式啊？方便说一下持续了多久吗？我看看要不要开点药。一夜到天亮。你这臭小子，这么不懂得节制，你让青羽怎么吃得消啊？我去开点药，你们回去好好休息，然后补充营养。哎，好。青羽啊，你在顾家都吃不饱饭。是顾里每天吵着都要减肥，又减不下去。他看不惯我怎么吃都吃不胖，所以顾太太就不让我多吃，免得顾里看到生气。孩子呀，以后你不用顾虑任何人。老夫人，少爷，少夫人，哦，我不是少夫人。你很快呀就是伯家的女主人了。张妈，叫所有人都来见过少夫人。哎，快过来。少夫人好。咱们先吃饭啊，来，坐下吃饭。不够再叫厨房做。怎么愣着？是不是菜不合你胃口？来人，全部倒掉，给少夫人重做。不是的，奶奶，我不饿，你们先吃，你们吃完了我再吃。一家人当然要一起吃饭呀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跟小寒，所以不想跟我们一起吃饭？不是这样的，奶奶。啊，老夫人，我调查过了，少夫人在顾家是不能上桌吃饭的，要等顾家的人吃完，才能用一次性碗筷捡点剩饭剩菜蘸着吃。顾家甚至连一次性碗筷都要让她重复使用。什么？这群畜生简直欺人太甚！奶奶，一次性碗筷也挺好的，起码摔不坏。来，坐。一套餐具而已，你高兴的话全部砸了，
每天换新的都没关系。好孩子呀，快吃饭，尝尝。谢谢奶奶。好吃吗？合你胃口吗？奶奶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饭菜。好吃就多吃点，来来来。奶奶呀，给你准备了些漂亮衣服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奶奶，我有衣服穿的。女孩子呀，就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以后呀，奶奶每个月都让人给你送上最新款。对了，还有包呢。这个包，我见顾里有一个这个牌子的，是他18岁生日那天爸爸送他的成人礼，好像挺贵的，他可宝贝了。你准备了这么多，花了不少钱吧？我不能要。奶奶给你准备呀，你当然得收着了。而且你那个什么便宜妹妹都有，你的呀要比她的更好。这些呀都是这个牌子的顶奢款，到时候你背出去气死你那个便宜妹妹。你们年轻人都说包治百病嘛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小韩呀，带青雨回房休息吧。跟我来。这孩子呀，真是不容易。张妈，吩咐下去，从今天起，任何人都以伺候好少夫人为第一要务，谁敢怠慢，赶出薄家。是，老夫人。薄先生，我有件事想。先帮我验证件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薄先生，不行，抱歉。该抱歉的人是我，是我昨天晚上找错了房间，对不起啊，薄先生。我昨晚被人算计了，喝了不干净的酒。那找到算计你的人了吗？找到了，他现在应该是个死人了。怕我？怕也没有用了，奶奶已经在给我们准备订婚宴了。不用订婚，我没想用这件事情赖上你。您身份尊贵，我不敢高攀。看看这个，婚姻协议。订婚后，我奶奶一定会要求我们尽快领证。她年纪大了，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我结婚，所以我希望你帮助我。双方结婚1年，然后离婚，男方给女方经济补偿1个亿。如果你嫌少的话，随你家。薄先生，奶奶对我很好，为了她的心愿，我愿意履行协议，但是我不能要你的钱。奶奶只是给你买了衣服和包，你就愿意为她答应我？我长这么大，除了那位收养我的奶奶以外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。你重新拟一份协议，把经济补偿去掉，我立刻签字。好，你有什么条件可以随便提，想要什么都可以。那我想
我想继续上学，可以吗？上学？对不起，可能这个要求有点过分，但是我真的很想上学，我可以每天完成家务，绝对不会影响你休息的。你误会了，上学当然可以，并且你不用做任何家务。太好了，谢谢您，薄先生。大哥阿哥，这个是我亲自吩咐佣人给你2顿的参汤。小李子乖，儿子放心，二哥一定会喝的一滴都不剩。怎么了？大哥阿哥，我还是担心姐姐不会把婚约让出来，所以我想了一个主意，能确保万无一失。什么主意啊？要想姐姐答应，那就必须拿捏她的7寸。你想啊，姐姐最在乎的不就是那个收养她的乡下老太婆吗？乡下那个老太婆，我记得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人是死了，但骨灰还在啊。不如我们……大哥阿哥，我这样会不会不太善良啊？但我也是为顾家着想啊。你想的非常好，一切都是为了顾家，就按你说的做，我来安排。顾青云，这份婚约，你个贱人注定要让给我。青云，青云，出什么事了？少爷，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发现少夫人不仅在做早餐，还把客厅都打扫干净了。真不是我们偷懒，我们5点就起来了。没想到少夫人起得比我们还早，说不用我们帮忙，还说房间的卫生她晚点会去打扫的。你们去帮吗？是。薄先生，早。起这么早？不早了，我还赖了会儿床呢。别动。谢谢薄先生。厨房脏，您先出去吧，早饭马上就好。好。奶奶，知道您今天礼佛得吃素，这是我专门给您准备的素馅小笼包，您趁热吃。薄先生，这个鲜肉馅的是给您准备的。这么多吃的，你得准备多久啊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，就西式的中式都准备了一点，您快尝尝，用不了多久的。奶奶，快坐。以后呀，不许再干家务了，家里的佣人多的是。奶奶，我绝对不能在您家白吃白喝的，您快趁热吃，如果不合口味，我可以调整口味的。我家务打扫的也很好，顾成新有洁癖，但是我打扫的房间他都满意。你呀，要是坚持在干家务，就把家里的10几个佣人全部开除，你忍心让他们都失业吗？明天啊，你们2个就要订婚了，你就是尊贵的薄家少夫人，薄家不会让你再吃一点苦的。奶奶，我知道你疼我，但就算我跟薄先生订了婚，我也没有白吃白住的道理。多么懂事的孩子呀，顾家居然不懂得珍惜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先吃饭。一会儿啊，奶奶给你个惊喜啊！青云啊，这是奶奶给你找的最好的化妆师和造型师，晚礼服也准备好了，你去试试。
可惜好。奶奶，博先生，王家青韵真是太美了。明天呀，你和小韩一定是世界上最般配的一对儿。博先生，您先去忙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从小在乡下长大，不像小梨子知书达理，所以啊，我们都决定让小梨子跟伯爷订婚。凭什么？你个死丫头，你这什么态度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凭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说的话，你只需要服从照做。姐姐，爸妈也是为了顾全大局。我们确实是名门之后，但你只会洗衣做饭，实在是配不上伯爷。相比于你呢，我确实更适合做伯爷的妻子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让大哥去求王德发了，他会接受你的。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好好伺候他啊！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。都是一家人，这有什么的？姐姐，你有话好好说嘛，干嘛推人家？顾清远，小梨子处处为你着想，你恩将仇报是吧？这恩我受不起。你这么懂得感恩，你跟了王德发不好，我可是听说他男女通吃呢。顾清远，你什么事全会顶嘴了？你少在这儿磨磨唧唧的，赶紧把婚约交出来，我还可以大发慈悲，让你住在原来的地下室，让王德发亲自给你接。我交出婚约，就换来住地下室，我是不是还要跪下给你们谢恩啊？当然了，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。地下室怎么了？那总比你乡下那个茅草屋强100倍吧？你说你个贱皮子啊！你不住地下室，你还想住楼上的卧室吗？你别白日做梦了，赶紧的，乖乖把婚约让出来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跟顾家已经没有关系了，顾太太，您的酒我受不起。哎呦，大伙都给我评评理啊！我10月怀胎的女儿，她竟然嫌贫爱富，她不认我这个亲爹吗？哎呀，这我家那可是大户人家呀，怎么能容忍这个品德败坏的女人进门呢？哎呀，这伯爷的未婚妻看着漂亮，没想到竟然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认，也不知道这伯爷怎么看上她的。听说啊，伯家老夫人最看重人品，肯定不会让这种人进门的。看来今天这婚是定不成了。大家不要这么说我姐姐，她虽然是用了下作手段才跟伯爷有了夫妻之实，但她说这不重要。为了达成目的，做什么不行啊？我就说这种人怎么可能高攀上伯爷？原来是勾引上床了呀！伯爷一定是被道德绑架，不得不娶她的。姐姐，我劝你还是把婚约让给我吧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除了顾家那些人，你最在乎的是不是你在那乡下的老太婆呀？偷偷告诉你啊，我已经让二哥派人把他的骨灰挖出来了。你要是不给我婚约，我就拿他的骨灰去喂狗。怎么动手打人了？姐姐，我知道
我心直口快，胸无城府，才把你的事情说出来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有错，对不起。博爷来了。出什么事情了？博先生，我……哎呀，好女婿，我可是你的丈母娘。这顾清远呀，虽然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可是呀，她品行低劣，根本呀不配跟你成婚。啊，这个呢，她是我的小女儿顾离，她呀才貌双全，跟你呀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。品行低劣。今天在场的所有嘉宾可都看见了呀。没错，静涵，我在那儿可看得一清二楚啊。顾家人进门以后，他就没给他自家人一个好脸色，而且还动手打人。博家不能娶这种不是大体的女人进门了，你赶快把她赶走。哎，这个女孩啊不错，一直是委曲求全。我看了，一个娶她，对博家的少夫人，那是博爷的三叔公，很有威望，就连博老夫人见了都客客气气的呢。虽然我不会怪姐姐，但是多谢三叔公今天为我主持公道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你看看，这才是博家少夫人应有的样子。看来今天博家少夫人是注定要换人了。你打人了？那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重要吗？一点小事就委屈成这样，像什么样子？我薄静涵的未婚妻，当然可以为所欲为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他想打谁就打谁，打死了算我。你翅膀长硬了是不是？长辈的话可以不听了啊！三叔公，你视力不好，看走眼也很正常。既然你这么喜欢顾离，你丧妻多年，完全可以娶她为妻。啊！你三叔公，你年纪大了，脑子不清醒了。你一个远房亲戚，求着我奶奶来参加我的订婚宴。我让你来是给你面子，不是让你来乱说话的。你如果再敢啰嗦，以后别想进我博家的门。我不说了。伯爷，我觉得你对我有偏见。再说了，我姐姐也有话要跟你说。怎么了？博先生，我粗鄙不堪，不配嫁给你。顾离才是博家少夫人的最佳人选，你应该跟他订婚。你说的是真心话？是。女婿，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。你在这上面签字，就和我们小李子正式订婚了啊！你真他妈是个白眼狼！顾家供你吃供你喝，你现在一门心思想着这个乡下的死老太婆，呼啊呼啊呼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收养我的奶奶的骨灰。顾家挖出你奶奶的骨灰，强迫你说出刚才那些话，对吗？博先生，对不起。珠宝首饰100件，小布20件，兄弟20亿！谁说是你们的？啊，谢家奶奶，您来了。您还没见过您的孙媳妇吧？小梨子，快，磕头改口了。奶奶，
我以后一定会跟静涵一起好好孝敬您的。静涵也是你叫的啊？老夫人说的没错，这夫妻之间啊，直呼其名，显得生分。你应该叫伯爷老公才对。这天还没黑，你们就开始做梦了，真是好大的五张脸。亲家奶奶，顾青云已经让了婚约，伯爷也在婚书上签了字，他现在可是小梨子的未婚夫，这可是赖不掉的。没错，小梨子呀，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。她要是嫁给伯爷，那可是门当户对，天作之合啊！这样吧，以后呢，你们伯家每个月给我们顾家1个亿，就当是孝敬老丈人跟丈母娘了啊！这1个亿，该给。你们要不要仔细看一看婚书上写的是什么？当然是签的你的名字呀。是吗？薄厚德，薄厚德是谁啊？谁在叫我？三弟，是你老丈人，叫你每个月啊给他1个亿。庆，你怎么哭了？顾家人为了强迫青云让出婚约，拿他奶奶的骨灰盒威胁他。什么？你们一家人还养没做人的底线？是这回答，顾家人居然敢对人家的骨灰动手，也太下作了吧！为了对付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？没有，是姐姐她先打我的。秦允孝顺至极，你动了他奶奶的骨灰，他打你最轻的了。换成是我，非杀了你不可。秦允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妻子，你自己的老婆自己保护。来人，把顾家人全部都拖出去，往死里打！孩子，别哭，我让人重新找一块风水宝地，让你奶奶入土为安。谢谢奶奶。以后谁再敢欺负我的宝贝孙媳妇，就是与薄家作对。伯爷，少夫人奶奶的骨灰已经安置好了。青云想去上学的事情，安排怎么样了？安排好了。说来真是奇人啊，少夫人是3年前那届的省高考状元，学的是服装设计，跟顾离是同一个专业。但这个顾离各项成绩都没有少夫人好，一直在哭闹。顾家就强行给少夫人办理了退学，把她留在家里当佣人使唤，好让顾离开心。为了一个拿不出手的养女，欺负亲生女儿，好一个全家眼瞎！通知庆大，明天我会亲自送我的未婚妻上学。是。罗先生，拜拜。伯爷，现在去集团吗？本来是想吩咐学校暗中保护他，但奶奶吩咐了，必须要高调。我得亲自去一趟。哇，琳琳，你这个包可是最新的限量款。我听说伯爷的未婚妻也在咱们庆大，而且他今天亲自送未婚妻上学。哎，丽丽，你今天坐的车比之前都贵，又背这么贵的新包，你该不会就是伯爷的未婚妻吧？哎呀，我本来想低调些的，你们怎么都捅破了呀？哇，琳琳，你真是伯爷的未婚妻，也太幸福了吧！天哪，家里宠着二哥是大明星，未婚夫还是首富，丽丽，你简直是人生赢家呀！对呀，对呀。我就说怎么一股穷酸味儿，太恶心。恶心你就去医院治。听说你很爱拍萌萌的床啊，你才应该去医院好好查查，我都怕你得艾滋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这么说了，姐姐她也不想的，只是她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惹了一身坏习惯，我们顾家已经在很努力的改变她了。
你们就不要嘲笑他了。而且他身上也没那么脏，退学后我们顾家都已经帮他治好了。我就说顾青云怎么突然退学，原来是去治脏病去了呀。哎呀，黎黎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一个一直赖在你们家吸水的穷鬼，你对他这么好干什么？顾离，没想到你还这么不要脸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你在我家好吃懒做就算了，非要安排2个女佣去照顾你，过得比我这个真千金都舒坦。你在我家处处欺负我就算了，怎么到了学校还羞辱我呢？欺负黎黎就是欺负我。副校长是我亲叔叔，我现在就让他去开除你这个烂货。开除太便宜他了，黎黎，你现在就给伯爷打电话，让他废了顾青云的脏手。伯爷平时很忙的，我不想因为这种事去打扰他。黎黎不愧是伯家的女主人，格局就是大，不像某些人一脸穷酸样，就算再投14胎，也别想跟伯爷沾边儿。我是奉命来给顾大小姐送礼物的，请问哪位是顾小姐？不是。顾小姐，请您查收。天哪，黎黎，这些东西我们都只能在杂志上看看，每样都贵得离谱。果然善良的女人最好命。哎呀，这算什么呀，大惊小怪！还不快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看到这么多好东西。放手，然后呢？看。叔叔，你来的正好。顾青云得罪了博氏集团的少夫人。博氏集团少夫人在你们班？对，就是我好朋友黎黎。顾同学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博爷准备捐2栋教学楼给庆大，这一切都是沾了您的光呀。这伯爷他也是想让我在学校过得舒心些，只是我们花那么多钱捐教学楼，不是给一些品行败坏的人提供便利的。顾同学，你怎么能得罪博少夫人呢？快起来道歉！叔叔，道歉怎么能够？必须开除他！胡闹！开除学生可不是件小事。顾校长，你的意思是得罪我就小事啦？您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顾青云当年也是省高考状元，当年庆大……我看我是太给你脸了，你一个副校长也敢忤逆我！您息怒，顾同学，要不你主动退学吧？学校惹不起伯爷，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丫头也惹不起。听我句劝，别自寻死路啊！我没错，我不退学。得罪博少夫人就是你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，赶紧滚，别脏了博少夫人的眼。人家未婚夫随随便便就能给学校捐2栋楼，你能贡献什么？高考状元又怎样？还不是底层打工的命。切，连我们黎黎2根脚趾头都比不起。穷鬼，还不带你的脏东西滚出庆大！穷鬼，还不赶紧带着你的脏东西滚出庆大！顾青云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还不快滚！滚还太便宜他，一定要让他跪着爬出学校，让大家都看看得罪我们少夫人是什么下场。姐姐，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，你就照做呗。跪下！放开！干什么？伯爷，里边请。黎黎，你的未婚夫来给你撑腰了，这一下某些人可不就是被开除这么简单？顾青云，你死定了！伯爷，姐姐她不喜欢高调，你来这会给她带来困扰的。要不你先回去吧，姐姐这我来照顾。哇，顾离和伯爷的感情真好，简直配一脸。出什么事了？爸爸要开除我。庆大要开除我的未婚妻。什么？顾青云是伯爷的未婚妻？什么？顾青云是伯爷的未婚妻？怎么可能？伯爷的未婚妻不是顾离吗？伯爷，您说笑了，我们怎么会开除您的未婚妻呢？怎么回事？伯爷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
他们说顾里是您的未婚妻，顾清远欺负顾里，所以要把他赶出去。对，我也息怒啊！这大家也都是受了这个顾里的蒙骗。伯爷，我是奉老夫人之命来给顾小姐送礼，喜欢吗？这些都是给我的。当然了。天哪，这些礼物明明是顾青允的，顾里连问都不问，居然直接认领了，好不要脸！就是冒名顶替，真是不要脸。男人只要不瞎，都知道顾青云比顾里好看。要不是顾青云退学，顾里怎么可能当得上校花？顾青云不仅长得漂亮，还是学霸，甩顾里10几条街。请立刻摘掉项链。我还不稀罕呢！这位小姐，这条项链价值500，但是现在被你弄坏，请立刻照价赔偿，不然我会报警处理。500万，你抢劫呢？这是伯老夫人为少夫人准备，老夫人吩咐了，给少夫人必须要最好最贵的。你好，少哥，我先回去了。我的夫人就有劳校长多多照管。不要放心。什么？家里破产了？我得罪人了！不喊听我解释，别跟我断绝父女关系。顾离，你为什么要冒充薄家少夫人？破产要对我负责！明明是你们上赶着骗我的，我负什么责啊？要管就管你们！贱人，我不跟你骗了！伯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您这2天一直就睡这里啊？这里挺好的呀，你们家沙发挺舒服的。这里不是顾家，也可以睡床。今天在学校怎么不主动表明身份？我想我们1年后是要离婚的，我们之间的事情越少人知道，对你的影响就越少。什么影响？您是高高在上的伯爷，和我这种普通的人结婚，应该算是您的黑历史吧。而且您以后肯定还是要结婚的，我不想您以后的妻子知道我的存在以后不开心。顾青雨，你想得够远了，你连我未来妻子的感受都想到了。那你呢？你也2婚，你也会有影响。像我这么普通的人，出去说我前夫是伯爷，可能都没有人会信你。郭先生，您怎么了？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，明天就迎上。好。小李子，项链的钱我已经帮你付过了，学校那边我也捐了一笔款，你放心，以后不会再有人嘲笑你了。大哥，我受点委屈没什么的，我就是心疼你嘛。你被打断了腿，起码要在轮椅上坐好几个月。阿哥又差点毁了容，现在爸妈还在医院，这一切都是我害的，我不该去招惹姐姐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要怪只能怪顾青雨那个贱人，他想让伯爷把我们打一顿，然后他又在学校这么欺负你，我一定不会饶过他。阿哥，你是大明星，不如利用你的优势。对呀，我要运用舆论整死顾青云。现在脑残粉只要一怂恿，他们连杀人都敢上。顾青云，你很快就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豪门最看重名声，到时候
我倒要看看薄家还会不会收留你这个垃圾。你好，薄太太。你好，薄先生。敢欺负宝宝不至于死的吗？贱人，薄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不用担心。怎么回事？伯爷，那些人好像是顾胜新的粉丝。顾胜新写了篇小作文控诉太太，还暗指薄家，已经上了诉了，真是无耻。尽快处理。是。不行，他文中提到说我爱慕虚荣，嫁给了有钱人，但是没有指名道姓。薄先生，您如果出面解决的话，会被网友扒出来，可能会影响博氏集团。一个小明星影响不了博氏集团。那也不行，您在订婚宴上已经帮我出面了，我很感激，我不想再麻烦您。这件事情我可以自己解决的。他毕竟是你的家人，你确定下得了手？亲人，我早就已经没有亲人了。薄先生，这几天是您和奶奶让我感觉到久违的亲情，所以我不想连累你们。这件事情就让我自己来解决吧。好。上啊！哎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艺人最重要的就是形象。你倒好，被爆出来扔骨灰、殴打女生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洗白？什么？是顾青云搞的鬼，是谁搞的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视频已经爆出来了，现在全网都在骂你，公司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，都是广告商打来和你解约的，赔偿金高达10位数。七哥，我不知道那儿有监控，现在知道慌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七哥，我是你一手带大的艺人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我求求你，帮我度过这次难关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那七哥，眼下能帮你的只有一个人，你的头号粉丝不落恒星。他虽然从来没有露过面，但是却掌握着你几十个粉丝大群，极具影响。现在只有他出面为你解释，才能留住粉丝，事态才有可能反转。不行，你别忘了，在你刚出道没多久，连龙套都接不到的时候，据说是他每天蹲在影视城门口，见缝插针的给剧组推荐，你才能出演那部让你一炮而红的电影。好，我信你啊，哥。我现在就给他发私信，我把他叫到这儿，我当面求他，他一定会帮我的，对吧？奶奶，您经常泡泡脚，可以改善您的睡眠。好，奶奶听你的。少夫人啊，真孝顺。老夫人的小腿经常肿胀，你这经常一按摩，嘿，这已经好多了。之前在乡下的时候，收养我的奶奶经常干农活，她的小腿也经常会肿，我就是这样跟她按的。你奶奶呀，真有福气。奶奶，您也有福气，薄先生也很孝顺的。奶奶最大的福气啊，就是有你这么个孙媳妇儿，我能把你娶回家，就是尽了最大的孝心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呀，悄悄给你做了衣服呢，可好看了，真的。奶奶，我做的不好，您别嫌弃。奶奶怎么会嫌弃呢？哎，小韩回来了，今天是你们的新婚宴，来，快把青雨带回房休息。我早点让奶奶抱上小曾孙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啊，快去快去！奶奶，那你也早点休息。哎，好好好，快去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,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,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
No,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. 无关紧要的人。薄先生，你刚才要说什么事情啊？奶奶盯着，我们不能分房睡。我会配合你。以后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我没有让女人睡沙发的习惯。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可是你如果再坚持，我们就在一张床上睡。早点休息。顾青云，你怎么在这？跟踪我？怎么？不是你想见我吗？我这辈子最不想见的就是你这个贱人。说，视频是不是你放出去？是我。青云，你个灾星，你为什么不在出生的时候就死掉，跑过来祸害我们顾家？顾成兴，你无能狂怒的样子真可怜。我无能狂怒。我告诉你，一会儿来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他可以帮我换回粉丝，我就可以重回巅峰。是吗？你确定他会帮你？当然确定，他是我最忠实的粉丝，从出道以来一直无条件的、不计回报的支持我。我告诉你，他为了我可以做任何事情。那我真替他感到不值。就你这种人，凭什么让他付出真心？顾青，还在嘲讽我？好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究竟值不值。他刚才已经把电话发给我，我现在就打给他。喂，你是不落红星？是我。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那你为什么一直帮我做那么多事情？因为你是我的亲哥哥。因为我知道，演戏从小是你的梦想。那你为什么隐瞒着？我知道你从小就讨厌我，一旦告诉你，你可能就阻止我继续为你做这些事情。这绝对不可能！不好了，程星，娱乐恒星突然解散了所有粉丝群，并公开宣布脱粉。原本还在观望的粉丝都跟着他一起脱粉，你彻底完了。顾长兴，我们两个两清。二哥错了，二哥不知道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原谅二哥好吗？青雨，青雨，二哥，这个视频剪好了发出去，你的人气又会增加。未来你一定会成为一颗最闪耀的恒星，而我会像一颗小星星，永远守护在你身边。罗先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担心顾长兴会狗急跳墙伤害你，所以一直让你盯着他。要不就哭出来吧。我好难过。割舍本来就是痛的，痛过就好了。对不起，把你衣服弄脏了。一件衣服而已，要不给我做件新的吧？啊？你给奶奶做，你不给我做？好，但是我需要你的尺寸。回头发给你，先送你上学。谢谢顾先生。
阿哥，顾青雨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你只是踢了他几脚，他居然毁了你的事业。说什么？我说顾青雨，谁允许你这么说的？阿哥，你居然为了顾青雨打我！程星，你抽什么风？你心里不舒服，你去找顾青雨那个小贱人，你去算账，你拿小梨子撒什么气？妈，青雨才是你的亲女儿，你为什么总是一口一个小贱人这么羞辱她？你疯了吗？还是被人下降头了？你怎么说胡话的你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妈，你告诉我，青允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们有什么资格这么对她？儿子，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的你。妈，你告诉我，你说这一切都是顾青允的错，是她十恶不赦，我给她造成的所有的伤害都是正确的。告诉我呀，儿子，你怎么了啊？你可别吓唬妈妈呀！啊！我伤害了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，我亲手把他越推越远，但这一切都是你挑唆的。阿哥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别叫我哥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亲妹妹，你才是那家乡下人的亲生女儿。20年前，要不是你爸在医院调获了你和青云，青云会流落在外吗？够了！我不允许你伤害小梨子的心。顾承熙，我告诉你，我只有小梨子这么一个女儿。妈，顾里让我砸的是他亲奶奶的骨灰，我蠢，我听了他的教唆，伤害了青云，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可你呢，这么六亲不认的女儿，你也敢认？小梨子她只认顾家，就算是砸了那个死老太婆的骨灰，又能怎么样？赶紧的，给你妹妹道歉。还不是我妹妹，我都给我滚！阿哥，你生我的气可以，但是不要吼妈妈好不好？宝贝女儿，还是你跟妈妈最贴心。我们走。顾青云，都怪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奶奶，青允回来了，来快过来坐。学校没人欺负你吧？没有，网上那些事情都解决了，没有粉丝围堵我了。那就好，但是呀，你还是应该在正式场合多露脸，免得呀外人以为你在薄家不受宠。对了，明天呀有个鉴宝拍卖会，你和小韩一起去。可是我从来都没参加过那种场合，怕给薄先生丢脸，还是算了吧。不怕，你到时候喜欢什么都拍下来，咱们薄家多的是钱，随便花。过来。你不是要我的尺寸吗？现在给我量。哦。我先。量好了。你以后我的衣服全都给薄太太做。我们的婚约是1年的时间，在这1年时间里，我一定给薄先生多做几件。好。大哥，二哥是不是还没原谅我呢？他都敢动手打你了，是你不应该原谅他才对。别这么说，二哥也是受了姐姐的蒙蔽，我不怪他的。丽儿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所以才会一直受委屈。可是现在姐姐嫁进了薄家，就处处针对顾家，听说顾氏集团也受到了影响。我最近一直在跟王家谈合作。哟，宝贝儿，
干爹对你好不好啊？你好坏呀！来，坐着。你看，王总今天也来了。多好的男人呀，跟姐姐很般配，只可惜他不懂得珍惜。王总是个妈宝男，他的妈妈最喜欢翡翠。听说今天现场有一批特别好的原石，我们待会儿拍下，当场送给他。只要能够拍出翡翠，合作就完全没有问题。可是我们不懂得鉴别原石呀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找了著名鉴识大师秦老的徒弟过来帮忙，我们一定能挑出最好的一个的。伯爷来了，这就是伯爷的未婚妻吗？好漂亮啊！诸位来宾，这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块天然红宝石，起拍价1000万。大哥，我正好缺一块红宝石项链。1200万。顾总大气呀！这么珍惜的宝石，当然应该配得上我纯洁无瑕的妹妹顾离。不像有些人，就算飞上枝头，也当不了凤凰。大哥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喜欢吗？这太贵了，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宝石。不喜欢没关系，拿回家给狗。2000万。啊，2000万！顾离当宝贝的东西，伯家直接给狗啊，人不如狗啊！大哥，3000万。5000万。这个红宝石最多也就5000万。顾总，承让了，我家狗会感激你。6000万。加5000万，你还能叫上？7000万。薄先生，别再加了。8000万。9000万。1个亿。不可思议啊！顾总还真是大气啊！这个宝石是你的了。谢谢哥。哎呀，这太辣眼了！价值5000万的宝石，花1个亿拍下，兄妹俩高兴个什么劲儿？真是冤种！大哥，你放心，大哥有的是钱。诸位，这几颗原石都是精心挑选，按照顺序拍卖。接下来是鉴赏时间。薄先生，我可以去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姐姐，你会鉴赏原石啊？怪不得伯爷肯带你来，你真的是好厉害哦！这里面有顶级的翡翠，而且是稀有的帝王绿。哎呀，你还真的很会顺着杆子往上爬呀！我在嘲讽你，听不出来吗？还顶级帝王绿，你才在这看了几分钟呀，就确定里面有帝王绿？你当你是火眼金睛呢？你爱信不信。小姑娘，我好心提醒，5号原石是这里面最差的一个，可以说是一文不值，只有1号才是最值得拍的一个。听到了没？这位啊是秦老的徒弟，鉴宝大师。你一个只会在家洗衣做饭的，来这儿丢人，丢的还是人家伯爷的脸，真的很搞笑哎。喜欢5号，那就拍下。伯爷，恕我直言，你就算是起拍价100万拍下5号原石，也是会全部都亏掉。我太太难得有喜欢的东西，亏多少我都要送给她。我太太难得有喜欢的东西，亏多少我都要送给她。秦老到。秦老来了，有他做鉴定，我们好险中下手。伯爷，您也在呀？秦老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位薄太太，她说5号原石里啊有顶级帝王绿。薄太太，这么年轻啊？不哪怕就像我这样的老头子，
玩原石玩了几十年，鉴定的时候也不敢100%的打包票啊，更不要说像你那样还能说出准确的品质。钱老，幸会，但是没把握的话，我是不会说出口的。那就请秦老当众鉴定一下吧，说不定薄太太说的是真的呢。那么既然薄太太这么有自信，我就来看看吧。师傅，我觉得这个1号最可能开出极品翡翠，5号最差。不愧是我亲手带出的徒弟啊！这里面啊，1号是最好的，值得下手。反之那个5号嘛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破石头，更别说什么顶级的帝王绿啦。姐姐，你说你安静坐着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上来丢人现眼啊？伯爷从不带女伴出席这样的场合，没想到第一次带出来就出这么大的洋相。既然鉴定完毕，就请各位回到座位，我们准备开始竞拍。现在开始竞拍1号原石，起拍价100万、1000万、1500万、2000万、4000万、6000万、 6000万1次，6000万2次，60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顾总。感谢各位。接下来到我们的5号，起拍价也是100万。100万。薄先生，您相信我。你喜欢就好。可万一真的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呢？这可是100万呢。薄太太，你老公1秒钟赚的就不止100万，石头而已，随便玩。谢谢薄先生。伯爷太宠妻了。薄太太都认定5号了，他不拍下来，面子上也过不去。不过一会儿打开啥也没有，太丢面子了。各位，既然5块原石都已经被拍下了，不如我们当众做个开盲盒。好主意，正好看看顾总花高价拿下的1号里边是什么。在开始切割之前，我要把这块最珍贵的原石送给我的合作伙伴王德发，王老板。顾总费心了，只要能开出翡翠，我一定跟你合作。现在准备开1号原石。天哪，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块普通石头啊！6000万买一块破石头，还拿来送人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孙老，你不说这块石头是最好的吗？从表面看，的确是最好的呀。但我也不能保证里面是什么，毕竟我也没有透视眼呢。顾总，这么珍贵的石头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我们走。是王总，你听我解释。这1号是最好的，绝对没错。不信，把其他的都打开，我敢保证，剩下的4块一定都是普通的石头。2、3、4号都是流拍产品，但主办方答应现场切割。现在切割2、3、4号原石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，不会是秦爷呀？他的眼睛就是尺。姐姐，你那个5号还没开呢，要不你拿回家吧？如果开出来是个普通的石头，丢的也是伯爷的脸呀。拿回家开还要再买工具，太麻烦了。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儿开吗？当然可以。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嘲笑你。现在准备开5号原石。帝王绿，怎么可能？看这成色，已经是极品中的极品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薄太太，您刚才太厉害了，是我有点不识泰山，求您不要计较。那个，我想求您收我为徒，可以吗？你个混账东西，你说什么？您说笑了，我不是专业的，更不可能收徒，何况秦老才是您的师傅。他就是个沽名钓誉之辈。薄太太，您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给您磕头了，好不好？你个混账东西，你要欺师灭祖吗？
我就说伯爷怎么娶一个如此普通的女子为妻？她有这么大的能耐？我以为只是个好看的花瓶，没想到是个宝藏女孩。不可能！顾青云只是个从乡下来的土狗，他只会洗衣做饭，怎么可能会见识？伯家，这一切都是伯家在后面给他撑腰，才搞了这一出。是伯家事先把这原石给换了，是不是？顾丽小姐，你实在是以主办方弄虚作假。我们是专业的拍卖机构，况且全程有公信人员在的，我完全可以告你诽谤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们没有质疑。哥，闭嘴，别再说了。我们回家。哎呀，刘老啊，你过奖了。我孙媳妇呀不喜欢高调，所以我也懒得宣扬。我知道你们家是做翡翠生意的，但我孙媳妇不可能去你那上班呀，工资再高也不去。哎，好，改天喝茶啊。孙媳妇呀，今晚的事儿奶奶都听说了，你怎么会见识呢？我们村有个爷爷，说是跟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家里也有许多石头，我是跟他学的。你说的那个老爷爷是不是姓楚的？不是，他姓林。姓林？怎么会呢？这个世界上能把你教成这样的，除了楚老，不会有其他人呀。但是他已经归隐山林，没人知道他的下落。既然归隐，那楚改姓林也是正常。这就说得通了。没想到呀，青允还跟楚老认识，还得到他的真传。林爷爷教我见识，但不让我以此谋生，更不让我赌石。今天是个例外，因为我想用这颗原石给奶奶做一套首饰。好孩子。那我呢？如果给奶奶做完首饰之后还剩的有边角料的话，可以给你做一副袖扣。就一个袖扣，一副袖扣都便宜你了，那可是青允为我拍下的原石。奶奶，走，我陪你去洗脚。好好好。伯爷，按照太太的吩咐，原石已经送去让人加工成首饰了。封锁今天拍卖会上的消息，我不希望有人知道太太一眼就能看出帝王绿的事情。伯爷是担心事情泄露出去会对太太不利。太太见识能力惊人，一旦传出去，定然会引起轩然大波，更会有人盯上。我想，这也是楚老不希望他以此谋生的原因吧。我明白了，真没想到太太不仅是个学霸，还有这么厉害的一面。将来您和太太的孩子肯定既好看又聪明。孩子？妈妈，顾青允是我鸠占鹊巢，所以处处针对我，我就不应该待在顾家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配留在顾家的那是他，还鸠占鹊巢呢。顾青允学了几句成语就乱用，他才是拿不出手的乌鸦。大哥，你也嫌弃我丢人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你有，但是我说的是实话。顾青云怎么可能会看出帝王绿？这一定都是伯家给我们做的局，故意让我们丢脸的。小梨子说的没错，顾青云都没见过翡翠，他怎么可能会鉴定原石呢？我看呢，他就是仗着伯家社稷，故意羞辱我们家小梨子。我们今天晚上亏了那么多钱，还得罪了王总，鸡飞蛋打。大哥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带顾家重回巅峰的，啊！王妹妹，大哥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顾青允带给你的难堪，我要他百倍奉还。青云，是我，二哥。你来干什么？二哥是来跟你道歉的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我想你的气应该也消了，能不能原谅二哥？你是真心知道错了，还是想得到我原谅之后，
让我以不落恒星的身份继续帮你重回娱乐圈里。没有，青云儿，我说过，以前是我太看重亲情，是我太软弱，但并不代表我蠢。顾成心，你欺负我也就算了，但你不该动我奶奶的骨灰。是顾离教唆我的，是他让我砸的骨灰，也是他让我教训你啊！你是顾离养的狗吗？他让你咬谁你就咬谁。青云，只要你能够原谅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要不这样，我把这些年对你做的事情全部都还给顾离，我帮你加倍报复他，好不？啊！别装受害者，顾离有错，但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如果再来骚扰我，我就公开承认不落恒星的身份，到时候全网都会知道你恩将仇报。青云，青云，伯爷，晚上7点有个会，需要为您准备晚餐吗？改成视频会议。备车，我去接青云放学。伯爷，庆大跟集团是一南一北2个方向，很费时间。你有意见？啊，当然没有。我是觉得您对太太很好，毕竟您从来不会浪费时间在这种事情上。青云，博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。博先生，您在忙吗？什么事？上次给你做的袖扣做好了，你看喜不喜欢？放心吧。哦，那您先忙。站住！博先生，怎么了？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说什么呀？If you wanna feel loved, come out with me. I just want the company, and you do that perfectly. Unfold your pieces once. 韩哥，出什么事了？韩哥怎么了？一脸来大姨夫的样子。伯爷去接太太放学，看到太太和一个男生说话。韩哥，小嫂子惹你不高兴了？展哥说说，你是哪种不高兴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怎么不关我的事啊？我能帮你分析解决问题啊！哎，说说吧。心里堵得慌，不舒服。完蛋，韩哥，你这是吃醋了呀？你说什么？怎么能是胡说呢？你看见小嫂子跟别的男人说话，你心里就不舒服，这不是吃醋是什么？哎，要不你现在出去问问，如果这不是吃醋，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体。不够圆，不想听。哎呀，韩哥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就是春心萌动，喜欢上小嫂子。怎么可能啊？那我问你，你除了心里不舒服，是不是还特别想占有她，让她只属于你自己？啊，这不就对了？不喜欢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占有欲？她现在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希望别的男人跟她有亲密的接触，这很正常。哎呀，韩哥，人家就只是跟别的男同学说了几句话，而且还是在校门口，怎么就亲密了？再说了，你们是协议婚姻，1年后还要离婚的，他当然不用为你守身如玉，等离了婚，他还要谈恋爱结婚呢。
韩哥，我就只是说了句小嫂子可能会跟别的男人谈恋爱，你就这么大反应？完了，你这不是喜欢，你这是相当喜欢，沦陷了呀！哎，韩哥。少爷起来了。秦宇呢？啊，少夫人呀，一早就走了。她说今天要早点去学校。伯爷，这天都黑了，太太还没出来，您要不打电话问问？奶奶，秦宇今天几点放学？他刚刚跟我打电话说，今天社团聚餐，不回家吃饭了。位置发我现在去接他。来，大家喝，来。大家静一静啊！今天呢，我要宣布一件这一直以来我都想做的事情。秦宇，从我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开始喜欢你了。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？学长，你别开玩笑了。哎呀，我没有在开玩笑。秦宇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当你的男朋友，好吗？在一起。他不愿意。顾清远，我想要你。怎么样？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。不行，我们是协议婚。可协议上没有写，我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。是吗？是。顾清远，吻我。 어디 있는지 뭘 하고 있는지 그대 생각에 바뀌어버린 낮과밤 눈앞이 어지러워져 머리는 소리스러워 순간이라도 그댈 볼 때면睡了不想逃？嗯？我昨天喝醉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昨天是你先亲的我。不可能，喜欢莫名其妙亲别人的，明明是你。
我莫名其妙？对啊，前天晚上。既然太太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当然得做事了。太太还要我继续莫名其妙吗？我昨天晚上对你说的话都是认真的。青云，学长，找我有事儿吗？青云，我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，但是我不后悔给你表白。学长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哎呀，我都了解过了，你跟博爷是闪婚，没有感情基础的。青云，我对你的喜欢不会因为你结婚而改变的。况且，我也不在乎你结过婚。学长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们不可能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，你放心。我不会让你为难的，在你跟他离婚之前，我不会强迫你公开我们的关系。等你跟他离了婚，我们再大大方方的公开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在婚内搞地下情？我不会觉得委屈的，但是我希望你尽快跟他离婚，给我一个明证。学长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，但是我不喜欢你，我不会跟你谈恋爱的。更不可能跟你搞婚内出轨。为什么？青云，我认识你比他早，我除了没他有钱，哪里都不比他差。照你这话的意思，我们村的铁柱从小就跟我认识，我是不是更应该喜欢他才对？青云，学长，这次演出我们不适合再搭档了，你找别人跟你合唱吧。还有，我决定退出音乐社，以后社里的活动我就不参加了。再见。青云，不行。你不要走！干什么？青云，你放开我！不！我老婆也是你们纠缠的，你们根本不合适。合不合适你也配知道？博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以后我每天亲自接送你。不用，我们是反方向，这样太浪费时间了。我不报路费。那谢谢博先生。学姐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准备的。出什么事了？音乐社的学姐说，这次演出把我和学长的合唱改成我自己的独唱。等演出结束之后，我才算正式退出音乐社，也算是有始有终。到时候我会看你演出。学校邀请您了，我就不能以你丈夫的身份出席吗？您说行就行吧。你来干嘛？我是来帮你。哼，看来我挨揍的事已经传开了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挨了羞辱还回去就是了。那可是伯爷，我怎么还回去？所以我就来帮你了。演出那天，我会帮你得到顾青云。可是伯爷还能不会放过我的？那就把事情闹大，让全世界都知道顾青云给他戴了绿帽子。这样一来，你反而是最安全的。你一旦出了什么事，矛头都会指向他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那就恭喜学长抱得美人归了。喂，
最好的位置给你留着。我也知道您时间宝贵，特意安排青雨同学表演第一个角色。那就行了。遇见您之前，我的世界一片黑暗；遇见您之后，好像有一束光照了进来。我先生，未来这1年里，每一个明天，都值得我去期待。博先生，我先去更衣室换完衣服就去找您。学长，这里是女更衣室，请你出去。青雨啊，这里安静，最适合我说悄悄话了。我再说一遍，请你出去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我会娶你。不要！救命！放开我！同学们，下个节目是……青雨，你脱衣服干嘛？学长，我等不及了，我现在就要和你做。什么？更衣室在哪儿？我也息怒啊！我太太一定出事了，告诉我更衣室在哪儿。放开我！我先生救我！他会进来的，但他一进来就能看到我们正在快活，到时候你就能摆脱他，彻底自由了啊！青雨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爸爸。先生，伯爷，顾青雨，他先勾引我的，他婚内出轨，还说要拿伯爷的钱来养我。你胡说！我太太勾引你，你也配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顾青雨，表面看着清高，背地里啊不知道有多骚，一有机会就拉着我跟他做那种事情。光是在音乐室，我被做了好几回了。这种黄谣你也敢造？事情是在你秦大发生的，1天之内给我个交代。伯爷，伯爷，这……青雨，你洗好了吗？已经过去了，别怕。我先生，你今天怎么突然去找我？你离开之后，礼堂里播放了一段你勾引他的音频，让大家以为那是现场直播。我一听就知道伪造的，也知道你一定会有危险。博先生，你相信我。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谢谢你，博先生。好好睡一觉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伯爷，校草自己扛下了这件事儿，
但我查到顾家偷偷给了校草一大笔钱，所以这件事跟顾离脱不了干系。别碰我！我求求你别碰我！别过来！我求求你别过来！你别碰我！别怕，我在。你醒了？顾先生，你昨天守了我一夜。昨天晚上你一直拉着我的手，不肯放。抱歉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我愿意这么一直被你牵着。谢谢你，顾先生。起来收拾一下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。伯爷，太太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太太，虽然没有实质的证据，但我们有理由怀疑昨晚的事情是顾离谋划的。庆大给出的方案是开除他们，但伯爷绝不轻饶。这个校草的手已经打断了，接下来就是顾离。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凭什么动我？伯爷动你，不需要证据。姐姐，这件事不关我的事，你快帮我说说话呀！你，我相信薄先生不会冤枉你。姐姐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你就饶过这一次吧。你在谋划这一切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放过我吗？姐姐，我是奶奶唯一的亲孙女，你不是最重感情了吗？奶奶在天之灵一定会希望你放过我的啊！你也知道她是你的亲女，那你为什么要找人动她的骨灰？那不是我的主意，是顾长兴自作主张的。你知道的，我人微人轻，我根本反抗不了。就看在奶奶亲土抚养你长大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这一次行不行？看在奶奶的份上，那我就放过你这一次。但仅此一次。好，谢姐姐，谢姐姐。伯爷，那这个人怎么处理？扔进监狱。是。伯爷，放了我吧，我不敢了。伯爷，顾清远，顾太太，自重。你长本事了啊！居然敢推我！我问你，你又使了什么手段，让学校开除小李子的？他指使同学强奸我，被学校开除，已经是最轻的结果。强奸就强奸了呗，你又不是没跟男人睡过觉，还装什么清高？你赶紧的给学校说，让小李子回来上学，你可别耽误他的前程。还装什么清高？你赶紧的给学校说，让小李子回来上学，你可别耽误他的前程。你阴阳怪气笑什么？如果不是你自己不检点，那些男同学怎么会盯上你呢？人家怎么不去强奸别人了，那非得强奸你呀？拿来。拿什么？明知故问。当然是彩礼了，我是你亲爹，婆家给的彩礼，当然要给我。你不要想着私吞啊！别说我没准备要薄家的彩礼，就算是要了，也不可能给你们1分钱。混账东西，你也不想清楚，如果不是我们生了你，你能嫁到薄家当少夫人？既然你不肯把婚约让给小梨子，那你不仅要把彩礼全部给我，你还要给我们赡养费。我和你妈1人1个亿，每个月2个亿。还有，你害程星当不了明星，你还得赡养他，再加1个亿。那顾离被学校开除，他那份儿是不是也要算上？你不说我还都忘了啊！这4个亿也不好听，反正这薄家有花不完的钱。是这，你每个月给5个亿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
照你这样说，路过顾家的一条狗，我都要给个赡养费了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但是你们连鸡犬都不如，别说是5个亿了，5毛都没有。哎呦！好你个臭保镖，你敢打我老公？他可是伯爷的老丈人。青云小心！青云小心！太太，您没事吧？青云，没受伤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儿子，你疯了吗？你救这个死丫头干什么？妈，青云是我的妹妹，我做哥哥的理应保护她。哎呦，儿子，你真是太善良了。你说的没错，虽然呀，顾青云她不拿咱们当家人，可是呢，咱们还得一如既往对她好啊。青云，不管我们之间有天大的误会，我们是亲兄妹，二哥永远爱你，永远保护你。你二哥冒着生命危险救你，你这什么态度？哎呦，都是我把女儿没教育好，都是我的罪。哎呀，你还庆大的高材生呢啊！你把书都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妈，别这么说。太太，是我没有及时反应过来，差点让您发生车祸，还好有顾晨曦在。不关你的事儿，不用自责。陈特助，能帮我个忙吗？太太尽管吩咐。刚才我在清大巷门口发生了一起车祸，司机肇事逃逸，往恒河路方向跑了。好，我马上查。好。青云，你上热搜了。青云，你上热搜了。怎么回事？顾诚心舍身救你的视频在网上传开了，他口碑反转，现在全网都在夸他。然后有网友说你态度太差，不懂得感恩，都在骂你。但是顾诚心在维护你，一直帮你说话。可他越是维护我，网友就骂得越凶，对吗？没错，而且我觉得他借着救你这事洗白呢。他下午直播，光靠打赏就挣了上百万了。据说明天他的经纪公司还要开新闻发布会宣传这件事呢。太好了，明天有好戏看了。陈星，你舍命救妹妹，她却连句感谢都没有，你会怪她吗？她是我的妹妹，无论她怎么伤害我，我都会包容。程星，你真是绝世好哥哥呀！关于你下午开直播打赏收入上百万，有网友说你自我宣传是为了钱，你怎么看？我救人的事情是网友无意间拍下来发到网上，我不是为了宣传我自己，我是想鼓励大家乐于助人。我会把直播打赏所有的钱捐献给贫困山区。哎呀，这太好了吧！哎呀，真是我你冲出去救人就不怕被车撞死吗？我当然害怕被撞死，但是可能是骨子里的善良不允许我多想，所以才会这么毫不犹豫吧。好热闹啊，还现场直播呢。这不是那个白眼狼妹妹吗？这是良心发现，来给程星认错了。妹妹，你来了，过来坐吧。不用了，你是主演，我怎么能抢戏呢？什么意思，妹妹？你意思二哥是在演戏吗？二哥没有。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他舍命救你，你居然说他在演戏！直播间人数已经300多万了，你必须当场下跪道歉，还要准备厚礼答谢程星，不然网友们会永远记住你丑恶的嘴脸。我的确给顾诚心带来了一份厚礼。妹妹，只要你懂得感恩就好。你给哥带什么礼物？
这就是昨天早上逃逸的肇事司机，也是顾成新的助理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开车撞我？是新哥指使我撞你的，然后他冲出来救你。啊，他怎么是那种人呀？太坏了吧他！真的，合着是顾成新自导自演的？他胡说，我根本没有指使他撞人。既然没有指使，那就是他蓄意杀人。我报警处理，你没意见吧？当然，青云，如果他要害你，二哥不会放过他的。顾晨曦，你明明说万无一失的，不会让我有事的，你现在却不管我了。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。保安把他带走。好你个顾晨曦，过河拆桥是吧？那你怪不得我了。好你个顾成新，过河拆桥是吧？那你怪不得我了。新哥，不会出意外吧？万一我把控不好，来不及刹车，真撞到顾青云怎么办？撞就撞呗，没什么大不了。这是我唯一一次翻身的机会，哪里还考虑得了他呀？顾成新，我到底怎么了？你要这样对我？谁让你不帮我？顾青云，你以前对我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能一直对我好？我也受到了顾离蒙骗呀！我要是早知道你就是不乐恒心，早知道你能当我派，我会这样对你吗？顾青雨是顾成新的头号粉丝，不落恒心。顾丞相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渣，还想重回娱乐圈，做梦！呸！滚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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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快走！博先生，您在忙吗？怎么了？我听陈特助说，多亏了您的帮助，才能那么快找到司机，谢谢你。口头感谢。可我现在没什么钱给您买礼物。过来。博先生，您怎么总是突然亲别人呀？你不是要感谢我吗？这就当谢过了。哦，演出那天的事情，你好像还没有谢我呢。演出那天的事情，你好像还没有谢我呢。谢谢你，博先生。这感谢分量不够。那怎么才算有分啊？昨天早上有没有被吓到？我怕再也见不到奶奶了。你牵挂的就只有奶奶吗？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害怕会见不到我？芊芊，我也怕失去你。郭太太，你这是在勾引我？没有。你知道你喝醉那天，你跟我说了什么吗？什么呀？你说你想要我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说这种不害臊的话？那你心里想不想要？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去睡觉了。你没有说，是我说的。芊芊，我
我想要你。那天你喝多了，我不想欺负你，所以我忍住了。而现在，我不想忍了。青雨，再睡会儿。我还要上学呢，罗先生，你也要上班的。我是你老公，不是你老板，别一口一个您的，也不能再叫我波先生。那叫什么呀？叫我老公。好了，不逗你玩了，你叫我名字就好。静涵。真乖。以后我是不是可以不用睡沙发了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后来我昨天晚上表现不够好，没让你满意。看来我要证明一下我自己了。你好，小贱人，你居然敢拉黑我！程心因为你彻底身败名裂了。你这个扫把星，我真是后悔当初在生下你的时候没有立刻掐死你。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，下面注意点。我告诉你，顾家很快就要翻身了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把彩礼送到顾家，承诺每个月给赡养费，再帮顾程星重回娱乐圈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趁现在天还没黑，抓紧时间睡觉，白日梦里什么都有。青雨同学，下周有一场服装设计大赛，国内顶尖的服装设计师都会到场。经研讨，学校决定让你去参赛。我不要有压力，名次不重要，就当去学习。哦，对了，天才服装设计师艾莉到时候会到场。艾莉，她会去？没错，你们学设计的，如果得到艾莉的指点，那真是求也求不来啊。所以学校特地让你学习的。好，谢谢校长。是谁在冒充我的身份？小梨子，你居然是天才设计师艾莉！哎呀，你可真是我们顾家的福星，妈妈能有你这样的女儿，是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骄傲。妈妈，我故意隐藏艾琳的身份，是想给您一个惊喜。既然这次能靠艾琳的身份化解顾氏集团的危机，我当然要站出来啦。能，你哥都说了，比赛那天你的身份一公开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挤破脑袋跟咱们顾家合作呢。这次姐姐给顾家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，我能化解那是最好的了。你别提那个在兴，要不是他，我们顾家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吗？哎呀，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2件事，一呢就是生了他，2就是把他带回顾家。哎呀，好了，妈妈别生气，我呢一定会带顾家重回巅峰的啊。还好呀，有你这个福星能化解顾青云带来的厄运。来，多吃点。我已经吃饱了。这么快就饱了？
看样子我很快就能抱上小孙孙了。清远，我明天就要出国去出差，你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。你现在是有家室的人呢，怎么还想着出差呢？你得尽量减少，尤其是出国那么远，万一清远想你了怎么办？奶奶，工作要紧。谁说的？在薄家呀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奶奶，这次真的有重要的事情，必须去。奶奶，好，我们青云懂事，奶奶不说他了。谢谢奶奶。来，快吃。你明天一早就走吗？先送你去学校，再去机场。那你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老婆在家等我，我当然会注意安全。老婆，我这次出差这么长时间，你要不要帮我喂饱？你晚上没吃饱吗？我去给你煮碗面吧。傻瓜，说的不是这个。青云哈，明天就要比赛了，把汤喝了，早点休息。奶奶，我在家都能吃饱饭，而且吃的都很好，不用再补这些了。这是最好的营养师开的调理方子，你呀比刚来的时候气色好多了。对呀，我最近都胖了呢。那就更得好好补补了。来，快喝吧。调理好身体，才能早点怀上孩子。青云啊，这是你画的？对呀，怎么了，奶奶？这是奶奶第一次看见你画的画。虽然奶奶呀不懂服装设计，但也知道你画的很好。谢谢奶奶。哎呀，奶奶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视频了啊。奶奶晚安。哎，早点休息啊。怎么还没睡觉？马上就去。静涵，我明天的比赛你能赶着回来吗？我尽量，但是不确定能不能赶上。赶不上也没关系，反正比赛是现场直播，你在手机上也可以看。好，晚安。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的脚好像扭到了。来，那我先送你去医务室。啊，不行，我急着去帮导师拿东西。那我先帮你拿东西，然后再送你去医务室。谢谢。就在这里边，第一个框架上有资料。好，我去拿。同学，你干什么？把门开开啊！喂，同学。顾丽学姐，已经按你的吩咐做了。干得好，你欠的那些网贷我会帮你还清的。谢谢学姐。顾青云，好好在地下室待着，别想参加今晚的比赛。距离比赛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得赶紧想办法出去才行。博言，你提前结束工作回来看他的比赛，他一定很开心。
不管他今天能不能取得名次，在我心里，他都是冠军。那咱们直接去比赛现场吗？我先给他打个电话，问他到了没有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电话怎么打不通啊？太太现在哪儿？伯爷，太太还没从学校出来，这都赶不上比赛了。他电话现在打不通，一定是出事了。我现在过去，你通知学校调监控。走。距离比赛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得赶紧想办法出去才行。再不尽快出去，就赶不上比赛了。我不要紧，但我代表的是学校，缺席比赛会有损学校的名誉。伯爷，监控显示，他在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图书馆。刚刚图书馆的警报突然响起，像是着火了。清源，静儿，我在这儿，门被锁了。清源，你往后退。清源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受伤，就是被关起来了。我要赶不上比赛了。没了，我们走。这都延迟1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开始？主办方请我来就是来浪费时间的吗？艾琳老师，您息怒。因为有一个重要的贵宾还没有到，所以暂时不能开始比赛。看样子是薄禁寒在拖延时间，只可惜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我只给你最后5分钟，像这种比赛，我艾琳根本就不会来。我能来是你们莫大的荣幸。是，艾琳老师，您说的对，您能来我们这儿，是我们这里蓬荜生辉呀。伯爷呀，你终于来了！顾青影居然还是来了，不过来了又怎样？今天你注定身败名裂。去吧，别紧张。伯爷，你这边请。诸位来宾，经过之前的初赛，选拔出了3位优秀的设计师来参加今天的决赛。我们今天决赛的规则是，在半小时之内，3位选手根据主题画出设计图，由评委们选出最终的冠军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练，接下来计时开始。
比赛结束，接下来我们看一看3位选手的作品。顾青云的作品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！的确是难得呀，没想到这庆大竟然能出这么一匹黑马。接下来有请3位选手分别阐述自己的设计理念。这次的设计主题是恋，但是我没有设计女装，而是为我的丈夫设计了西装。西装的款式大多千篇一律，所以我这次在西装的袖口内侧添加了传统刺绣元素，并且把我丈夫名字的缩写也融入其中。这个款式的设计呢，是为我丈夫独一无二的设计，就像他在我心里一样，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诸位，经过我们评审团的一致投票，这次比赛的冠军是庆大的顾青云。不对呀，我怎么看顾青云的设计这么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的设计风格跟艾琳的如出一辙。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，跟艾琳的风格的确很像。好你个顾青云，你竟然敢抄袭！我没有抄袭。可是你怎么解释你的创作风格竟然跟艾琳老师的作品如出一辙？这点不难解释，他要抄袭我，轻而易举。没想到天才设计师居然那么年轻。我认得他，他是顾家千金顾离。正是，我女儿顾离就是天才设计师艾琳。顾家真是教女有方啊，竟然养出一个天才。顾总希望能和顾家合作。顾先生、顾太太，我愿意高价聘请顾离小姐来我们公司做御用设计师。我们顾氏啊，已经决定转型，成立自己的服装品牌，而我的宝贝女儿当然要留在自己的公司当设计师了。有艾琳小姐亲自坐镇，看来顾家集团将要一飞冲天了。姐姐，你没有天赋不要紧的，但你也不能抄袭我呀。原来是姐妹啊，难怪抄的这么像。抄袭狗，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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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袭狗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太太绝不可能抄袭。顾青云居然是伯爷的太太，博氏集团女主人身份何等尊贵，不至于在这种比赛中抄袭。有钱人更爱沽名钓誉，他抄袭艾琳是实锤。你说你是艾琳，你有证据吗？我可以证明。这位是服装设计协会的会长，肯定不会出问题。姐姐，你现在走可以放你一马，但等会儿丢了伯爷的脸，可就不好收拾啦。我伯家的面子需要你费心吗？我作证，顾离小姐就是艾琳。你这个抄袭狗，连我说的话都敢质疑吗？你凭什么说她就是艾琳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真没见过你这样不要脸的。
大家请看，这里面装的就是艾琳老师这几年所有作品的原稿，这可以证明她的身份了吧？原来是偷我留在顾家地下室的原稿。姐姐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。你在顾家偷袭我的设计，我不会怪你的，但你也不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吧？没错，我也可以作证，就是这个顾青云抄袭我女儿顾离的创作。小贱人，我就说你怎么答应退学留在顾家，原来你早都知道小梨子就是艾琳，在暗中抄袭。小贱人，我就说你怎么答应退学留在顾家，原来你早都知道小梨子就是艾琳，在暗中抄袭。我在顾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，在你心里就是为了抄袭顾离，难道不是吗？你几斤几两，我还能不知道？那不是你抄袭小梨子，还是小梨子抄袭你吗？的确是顾离抄袭我的，我才是真正的艾琳。大伙都听听啊，这真是李鬼当众冒充李逵呀！顾青宇，你少在这儿当跳梁小丑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顾家向银行贷款买了一块地，打算开一个大型服装工厂。只要你现在跪下，给黎儿认错，我还是可以大发慈悲，给你个清洁工的位置。没错，小梨子那可是天才，她的手那是用来创作的，不像你的手，那只会拿着扫把扫地。那万一顾离创作不出来，你岂不是血本无归了？黎儿的设计稿到现在从来没有出售过，我们依靠这些设计稿，就可以让我们顾家赚得盆满钵满。而且，你以为他跟你一样是一个白痴啊？他是天才，他有源源不断的设计灵感。伯爷，虽然说顾青雨是您的太太，但咱们今天这个可是全程直播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抄袭艾琳老师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得不公事公办，将他从这里请出去，再将他从设计界除名。我太太说了，她就是艾琳，你们听不懂人话吗？有钱人也不能黑白颠倒。你看看在场所有人，谁相信她是艾琳？我相信她，就够了。伯爷，你还很年轻，容易被美色所诱惑。顾离就是艾琳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。我这里有证据，可以证明我就是艾琳。我这里有证据，可以证明我就是艾琳。笑话！原创本来就出自小梨子之手，她才是艾琳。你那算什么证据？就算有，那也是假的。原稿虽然是顾离拿过来的，但不能证明是他画的。忘了告诉你，我这些年在画稿的时候，都拍视频记录。我现在就要把视频放出来给大家证明。你，顾离，心虚成这样，我想我太太不用再拿出任何证据了吧？心虚？我没有心虚，我只是不想顾青雨继续在这胡搅蛮缠，浪费大家时间而已。顾离，你难道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辈分吗？妈妈，我知道许家是做服装生意起家的，你年轻的时候呢，也是一名服装设计师，所以我也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。妈妈，我拿我的作品去投稿得了1等奖，但是我觉得自己远远还不够好，所以想静下心来继续学习。我想给自己取一个新的名字，
你叫许琳琅，那我就叫艾琳吧。顾青允爱许琳琅。妈妈，我粉丝越来越多了，以后我每次创作我都会拍下视频记录，在你50岁生日那天当众公布，给你一个惊喜。妈妈，我一定会成为你的骄傲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顾青允，他怎么可能是艾琳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顾青允，他怎么可能是艾琳呢？我现在后悔了，我多希望我不是艾琳。我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只觉得讽刺。顾青允爱许琳琅。青允，你不愧是我的好妹妹，你是天才。这个，你现在就是我们顾氏集团的首席设计师，咱们兄妹一块赚得盆满钵满。不敢当，顾先生，你还是跟你唯一的好妹妹合作吧。我的设计原稿可以还给我。当然可以。艾琳老师，都是这个顾离，我没想到他敢偷您的原稿，我被他骗了呀，请您原谅我。这些都是我为我家人设计，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的大哥二哥，甚至连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都有份。但是现在对我来说，全都是废纸。我的版权不可能给你，你这辈子别想用我的设计赚钱。青云，你不能这么对顾家，顾家这次就指望着转型翻身了。如果你不交出这些设计稿，顾家真的就完了。顾董，顾家的事情与我无关。我长这么大，你第一次打我。要不是你，我们和清月的关系怎么会闹得这么僵？她能嫁给伯爷，设计出天才的作品，这是你能做到吗？要不是你冒领身份，我们顾家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要不是你冒领身份，我们顾家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妈，爸爸他打我，我长你最讨我了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，妈！妈，呀，去他！既然是为了我才学的设计，那是为了我才变成了艾琳。你早都知道他是艾琳，对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你为什么要不说话呢？好，你们一个个为了他顾青允都针对我是吧？啊，他那么爱隐藏，冒充一下怎么？恐怕不止冒充这么简单吧。把人带进来。说清楚。是顾里，他让我把顾青云骗到地下室关起来，之后他会帮我还网贷。只是关起来吗？顾离没有想让我太太的命吗？顾里想让我放一把火烧死顾青云，说只要顾青云死了，他不仅帮我还网债，他还额外给我100万。但是我不敢杀人。贱人，你背叛我！
心机女太狠毒了！艾琳这种天才，差点死在他的手里。心机女太狠毒了！心机女，臭不要脸！从今天起，世界上没有艾琳，我只是顾青雨。顾先生，带我回家好吗？好。女儿，你别走！妈妈错了，妈妈错了。不是说很可能赶不上比赛吗？本来想给你个惊喜，但没想到，差点被你吓到了。万一真的着火了，你会有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庆大的图书馆有很多珍贵的藏书，所以学校很注重消防系统，然后我才想到了这个办法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一场比赛而已，值得你这么去拼命吗？我这次是代表学校参加的，关系到学校的名誉，而且我也很想在这次比赛取得成绩，或许这样别人就不会总说我配不上你。原来他拼了命想赶上比赛，是为了我。老婆，我从来没觉得你配不上我，你不要再有别人的眼光。顾心远，你很好。停车，下车。干嘛停车啊？我等不及回家了。老婆，我好想你。처음부터 그대였죠.妈妈，今天他们都骂我，你怎么扔下我不管，自己先走了？留下来跟你一起挨骂吗？爸爸，虽然你今天打了我一巴掌，但我知道你最爱我了，我已经不生你气了。那我还要谢谢你。我一直都是这么乖巧听话的呀，不像那个顾青雨，处处忤逆你和妈妈，还处处针对顾家。爸爸，我今年生日快到了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我想要……你又打我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顾家怎么会沦落到如今的这般田地？我打你都是轻的。爸妈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这顾离就是个祸害，你们都不信我。你胡说！我不是祸害，他顾青云才是。顾家能有今天，都是他害的。顾青云是天才设计师，他一眼就能认出帝王绿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现在嫁给了伯爷，她是伯家的女主人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怎么会赶她走？
如果我们不赶他走，那我们顾家早就凭借着他飞黄腾达了。老公，你说的没错，无论是让他为顾家赌石，还是设计衣服，又或者是背靠薄家，我们顾家都会一飞冲天。可你偏偏挑拨离间，害得我们把他赶走，留下你这个没用的东西。你们一个个当初欺负羞辱他的时候不都挺爽吗？怎么现在顾家不行了，就把锅全甩我头上啊？你们一个个当初欺负羞辱他的时候不都挺爽吗？怎么现在顾家不行了，就把锅全甩我头上啊？小梨子，当初要不是为了帮你给校草家赔那笔钱，我们顾家的资金也不会短缺。而且你花钱向来就大手大脚的，这件事情的确难逃其咎。大哥，爸妈糊涂，你怎么也跟着怪我啊？你一直是最疼我的呀。行了，给你3天时间，滚出顾家。从现在起，我再没有你这个女儿。赶我走？凭什么？你还有脸问凭什么？就凭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妈，最疼我了，你求求爸爸不要赶我走，我是你们的天心小棉袄啊！滚开！小梨子，我们当初赶走顾青雨就是因为你，我们现在只有跟你划清界限，青雨才会原谅我们。原来我刚才没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就是在讨论这个呀？你们该不会真的以为把我赶走了，顾青雨就会原谅你们吧？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血浓于水。只要把你这个惹她生气的祸害赶走，她一定会继续对我们顾家好的。好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一个两个全都是一群自私自利、翻脸不认人的畜生！这些年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会对我亲生女儿那么坏吗？都是因为你，青雨她才会生我的气。啊，小梨子毕竟也跟咱们生活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就让她搬出去，只要青雨能够原谅咱们，就别为难她了。哎呀，比赛早就结束了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饿了，去吃东西了。哎呀，我看到青雨的设计图就觉得很不一般，没想到是个天才设计师啊！你这小子真是捡到宝了。奶奶说的对。哎呀，不早了，快回房休息吧啊！奶奶晚安。哎，晚安。你为什么要骗奶奶？我们明明没有去吃饭。谁说的？我在车上不是吃过了吗？老婆，我好像没吃饱。别胡说了，我要去洗澡了。一起洗。
宝贝女儿，你吃过饭了吗？顾太太，你们的女儿顾离不在这。哎呀，清月，爸爸已经把顾离赶出了顾家，你跟我们回家吧。我让人把顾离的房间收拾出来给你住。我有洁癖，别人用过的东西我嫌脏。使者，我找人把房子呀重新装修一下，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。啊，我曾经多么期盼会有这一天，只可惜晚了。迟来的亲戚比草芥，迟来的亲戚比草芥。顾清雨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嫁进了薄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越是豪门，越是需要强大的娘家作为倚仗。爸妈都来亲自找你们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给你个台阶就下了。顾家好了，你在薄家才能抬得起头。顾先生，你别以为我猜不出来你们来的目的。说吧，是想让我为你们赌石，还是想让我当设计师，又或者是想要彩礼？顾清雨，你是顾家的亲生女儿，你不能不管顾家死活。你赶紧把彩礼交出来，让我去填补顾氏集团的亏空，再去赌石设计，为我们顾家挣钱，这都是你应该尽的义务。你们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个可以为顾家赚钱的工具。而我现在已经不是曾经那个会为了奢求一点金钱，就会为你们付出一切的傻子。我现在有家，有疼我的奶奶和丈夫，不会再被你们虚伪的亲情欺骗。清雨，我们可是骨肉至亲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呀。顾太太，麻烦你在道德绑架之前，先好好回忆一下，你们之前是怎么对我。清雨，我早就说了，现在是顾清韵狗仗人势，嚣张的很。原本以为我和你妈放低姿态，她就会很快被感动，可谁知道她现在软硬不吃。老公，那这怎么办呢？都怪你，要不是你每天把她当佣人使唤，她能这么记恨顾家吗？这怎么能怪我呢？要不是你为了那小梨子逼着她退学，能这样吗？那你说，她不在家干活，难道在家白吃白喝吗？说到底，这导火索还是你把她送给了王德发。如果不是那晚上她爬到伯爷床上，事情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如果她没有伯爷这个依靠，她只有乖乖给顾家赌石和设计。如果不是那晚上她爬到伯爷床上，事情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如果她没有伯爷这个依靠，她只有乖乖给顾家赌石和设计。哇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呀？要是当时妈早点知道她就是艾琳的话，不就也没这么多事了吗？哼，归根究底，都怪那个顾离。爸妈，大哥二哥，这些菜是我亲自下厨做的，你们尝尝。这是人吃的吗？啊，比不上人家顾清雨做的1/10呢。妈妈，姐姐常年做饭，我这是第一次做，自然是比不上她的，但这是我的一片孝心啊。妈妈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谁跟你是一家人？你也想成为顾家人是吧？好啊，你去变成艾琳呀，你去嫁给伯爷呀，你能吗？哎，我不是早都让你滚了吗？你怎么还赖在这里？可能就是因为你不滚，这顾青云呀才不肯消气呢。妈妈，你真的要不顾我们这么多年的母女情分，非要赶我走吗？今天晚上你必须滚！滚啊！想赶我走，做梦！顾家的荣华富贵，我绝不可能放弃。
妈不是让你收拾东西走了吗？你这是专门来跟我告别的？大哥，你也要像他们一样赶我走吗？当下只能让你先走，才能让顾清远消息。你放心，等到顾家发达了，我肯定会想办法把你接回来。我知道大哥最疼我了，可是我一天都不想跟你分开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早啊，妈咪。你居然敢上我儿子的床，你真是不要脸！你话不能这么说呀，妈妈。我跟大哥没有血缘关系，做不成兄妹，做他的女儿不过分吧？妈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这顾里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以后小梨子就是我的女人了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她了。你疯了吧你啊！这女儿变儿媳，你让我们顾家人的脸往哪放啊？我觉得小梨子人挺好的，反正我是不会赶她走了。我们这是造什么孽了呀？来，孙媳妇多吃点。怎么了？同学刚才给我发了顾离朋友圈的截图，顾离昨天晚上竟然发了他和顾成景的床照。虽说不是亲兄妹啊，但好歹在一个户口本上，真是伤风败俗。看样子顾离是怕被赶出顾家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你想看他被赶出顾家吗？我可以出手。你想看他被赶出顾家吗？我可以出手。顾家的事情与我无关，我不想掺和进去。好，没错，咱们一家三口呀，好好过日子就够了啊。青云呀，之前医生交代过，让你去复查身体的。奶奶呀，已经帮你和小韩预约了备孕的身体检查，一会儿你们一起去。备孕？对呀，你们已经结婚了，早晚会有孩子的。好，我们一会儿就去医院。好好好，来吃。伯爷，您的身体没有问题，但是伯太太她……我太太怎么了？伯太太因为长期营养不良，再加上常年劳累，所以导致了体质偏差，恐怕暂时没办法怀上孩子。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我太太知道。好。除了难怀孕，身体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没了。那就好，辛苦了。老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吧？出来了，我们两个人都很健康。那就好。老婆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情。我们两个人刚结婚，我不想这么快就有一个孩子来打扰我们，所以，我们可不可以
暂时不要孩子。我们可不可以暂时不要孩子？不备孕吗？可是奶奶一直盼着小曾孙呢。我跟奶奶说，我们两个人需要二人世界，她应该会理解的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乖，我们回家。姐姐，放学啦？有事儿？我来呢，就想告诉你，怀孕了。爸妈很高兴，像以前一样，巴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捧到我面前。今天一早我就跟程景哥去领证了，我现在可是顾家的大少奶奶。让开！姐姐，我怀的可是你的亲侄子，就这么冷漠啊？说起来我也是幸运，跟程景在一起的第一晚就怀上了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你永远不能把我赶出顾家，你渴望得到的一切都是我的。顾家是我不要的垃圾，你如果喜欢，我就让给你。姐姐，你现在可是伯太太，我怀的可是你的亲侄子，你就没有点表示吗？表示什么？我最近看上一辆跑车，但程景说顾氏集团资金紧张，暂时不能给我买。我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就当做给你亲侄子的见面礼吧。原来你是来讨饭的。你怎么说话的啊？我这是在给你表现的机会。你不是最重视亲情吗？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亲侄子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奶奶和静涵两个亲人。要讨饭去别处，我不会给你一分钱。是吗？那如果让重视子嗣的伯奶奶知道你生不出孩子，你猜她还会不会认你这个孙媳妇呀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只不过有一个朋友，恰好在那一家妇产科医院当护士，又恰好知道你去检查，更知道你的检查结果。姐姐，虽然你命好爬上了伯爷的车，但没想到也只不过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而已嘛。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我看你能嚣张多久。顾离一次就怀上了，我却不能生。伯家时代单传，我不能这么自私，让伯家的香火断送在我这里。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你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？出什么事了？可能是学习压力太大了，没事的。不要有压力，我能养你一辈子。好。静涵，对不起，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人生，有你属于自己的孩子。我们注定没有未来。渐渐单调，而我很好，只缺了些烦恼。也曾想过，若再遇到，礼貌着微笑说你好。老婆，老婆，
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奶奶，怎么了？奶奶，你看见青青了吗？青青啊，你沈奶奶呀约我去泡温泉，我让青青陪我一起去，她说肚子疼没去。怎么，她没在家吗？太太不见了，给我查一下她去了哪里。等下，太太昨天晚上情绪就不对，你给我查一下，她昨天都见了什么人。伯爷，查到了，太太买了回县下老家的车票。监控显示，昨天太太和顾里见过面。我找了春雨专家分析了他们的对话，说了什么？顾里知道了太太不能生育的事情，前来挑衅，但看太太的反应，好像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。你说什么？一定是那天去医院，他听到了我跟医生的谈话。我说他最近怎么一直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小韩，你们在说什么？青云她不能生孩子。奶奶，青云她在顾家，因为常年劳累，又因为营养不良，医生说她很难怀孕。这么长时间，她一定很痛苦，一定一直在纠结要不要离开我。直到昨天，顾里的挑衅，她才下定决心要跟我离婚。什么？青云她要跟你离婚？奶奶，我知道薄家时代单传，你一直想让我生一个孩子，可是青云难孕，知道她不是薄太太的最佳人选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她，我就算这辈子没有孩子，我也不能没有她，所以奶奶，我求求你，成全我们两个人。我求求你，成全我们两个人。你快起来！虽然当初呀，奶奶是因为你没有对青允过敏，才把青允接回薄家，让你们结婚的。但是经过这段日子相处下来，奶奶是真心喜欢她的。那么好，那么善良一个女孩子，奶奶怎么会因为她不能生孩子而嫌弃她呢？奶奶，您说的是真的？当然，薄家家大业大，比起你的幸福，有没有继承人一点都不重要。奶奶最大的愿望不是薄家有后，而是希望你能幸福，明白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点把青允追回来！快去啊！奶奶，我好想进海。你说什么？那太太呢？太太怎么了？伯爷，我刚调了离太太老家最近的分公司的人过去，那边收到消息，说突发地震，太太下落不明。什么？调集更多的人过去，看快点儿！是。这就是青远丫头家，晚上到家时还跟我聊天的，我亲眼看到她进家门的，一定是埋在这下面。青远，喂，有余震，你快走！
去看，我老婆在这儿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回来，不走。金寒，金寒，婆婆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啊，没有在做梦。你有没有事？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没受伤，地震发生第一时间我就跑出来了，下一秒房子就塌了。我没受伤，我刚才是去帮别人救人了。没事就好。吓死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害什么羞？又不是没见过。老婆，你听到我跟医生的谈话了，对吗？老婆，你听到我跟医生的谈话了，对吗？你是因为生不了孩子就要跟我离婚的，是吗？我不想让你为难，我家实在单纯，我不能这么自私，我不能让薄家的香火就断在我这里，我们不合适。老婆，在我的心里，薄家孩子都不重要，我只想要你。我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我爱你？顾清远，我爱你，真的很爱很爱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我今天死里逃生的时候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我才发现，如果我就这么死了，我会后悔没有好好跟你告别。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，我们就不会在一起的时间这么少，就不会有这么多遗憾了。告诉我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，郭建寒，我很爱很爱你。傻瓜，你爱我还要留下离婚协议书，一走了之。我不想耽误你。如果你真的很介意自己害得薄家没有继承人，我可以辞去薄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当一个普通人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因为孩子来继承家业了。你疯了？对啊，我老婆不要我了，我当然疯了。我老婆都没有了，我还当什么副总裁啊？我没有不要你，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有更好的选择。你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孩子。老婆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如果没有你，我也不会跟别的女人有孩子，因为我对女人过敏，只要有异性接触我，我就会起疹子。你是唯一一个例外。怎么可能？你就算想哄我，也不用找这样的理由吧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奶奶都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。可是，所以，就算我们离婚了，我也不会跟其他女人有孩子的。更何况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因为孩子跟你离婚。可是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奶奶她真的很爱你，她亲口跟我说的，只要我们两个人能幸福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。可是我何德何能，让你和奶奶对我这么好？秦宇，在我的心里，你就是最好的，所以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
都不要离开我，好吗？好了，不哭了啊！奶奶担心了我们一晚上，我也已经给她报了平安了。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找她，好不好？去吧。老婆，你不累啊？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。青雨，你没受伤吧？奶奶，我没事儿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没事就好，以后呀可不许离家出走了。你呀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你怎么能丢下你老公和奶奶不管呢？奶奶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让你抱上重孙子了。哎呀，傻孩子，奶奶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有什么是想不开的呢？以后呀，我们就一家3口快快乐乐的生活。什么事儿？非要见我？姐姐，我还怀着孕呢，你就让我站在这跟你说话呀？怀的又不是我的孩子。你宝贝儿，别生气，小心动了胎气。老公，你看他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嫉妒我们的孩子。你们自己走，还是我叫保镖赶你们？青雨，你别生气，我们今天来那可是帮你的。我不觉得自己需要你们的帮助。青雨，你看啊，你不能生孩子，这将来啊，在薄家地位那肯定是保不住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商量，一致决定，等小梨子的孩子生下来，就过继给你当儿子，将来呀也能继承薄家大业。我们就商量，一致决定，等小梨子的孩子生下来，就过继给你当儿子，将来呀也能继承薄家大业。顾离的孩子过继给我啊，继承薄家家业。没错，那他可是你的亲侄子，那继承薄家大业那是最合适不过了。你这算盘打得还真是不错呀，但是薄家不需要。顾清月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跟小梨子的孩子不知道基因有多优秀，给你那是你的福气。没错，姐姐，薄家这种顶级豪门怎么可能没有继承人？你不养我的儿子，难道还期望着你家伯爷出去外面跟别的女人生？我们可都是处处为你着想，这可是我们的亲生孩子。你现在跪下，你还可以保住你伯太太的位置。光跪下怎么够呢？你知道就好。这样吧，你先给我们30个亿，等孩子出生了再给我们70个亿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孩子给你。啊，100亿！你们的孩子可真是金贵啊！等他长大成人之后，继承了薄家家业，你们再认回他，到时候薄家家业就是你们的了，对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不好好出去工作，只想着卖孩子来谋取别人家的家产，可真是不要脸！你别说100亿了，就你们俩的孩子，白送给我我都不要，因为我不觉得你们两个坏东西能生出来什么好孩子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别碰小梨子，怀的可是我们顾家的宝贝。既然怀了孩子，就好好在家待着，别来招惹。君野，
看奶奶给你买了什么礼物。姐姐，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老夫人，我有件天大的事情要告诉您。是你？我不想听到你的声音，给我滚！顾倩她骗了你，她生不出孩子。我劝你啊，赶紧让她滚蛋，不然你们薄家就要绝后了。合着你是来我家挑拨离间的？青允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不在乎，我孙子也不介意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你们疯了！你们薄家这么大的家业，你能不要孩子？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，只有你们才当做宝贝。我们看重的是青允这个人。你们再敢来找我孙媳妇的不痛快，别怪我薄家对你们不客气。带走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快！青允啊，别把这些狗吠放心上，不值得。这是哪？来，咱们进屋看奶奶呀，给你买了什么礼物？走。宝贝儿，儿子没事吧？我的宝贝大孙子！哎呀，这帮子挨天杀的啊！我孙子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要你们的命！我跟你说，儿子没事儿没事儿就好。哎呀，这可是我们顾家的宝贝，可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啊！不知道顾青允给薄家人吃了什么迷魂药，竟然连生不出孩子都能接受。这下顾青允更加有恃无恐了，他恐怕一分钱都不会给我们的。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整天把他跟着，确保他进王德芳钱。原本想着先从顾青允那套点钱，没想到他一毛不拔。马上要产检了，我得赶紧想办法让顾青允背锅，不然我假怀孕的事就瞒不住了。好，老婆，静涵，刚才村长打电话说你为村子捐了一大笔钱，让他们重建家园。村长让我替全村人民感谢你。他们都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乡亲，我回馈他们是很正常的。谢谢你，只要你高兴就好。我听说顾家又去找你了，替孩子的事情让你伤心了。既然已经接受不能有孩子的现实，我就不会玻璃心了。如果有人随便说一句我就难过的话，那我这辈子什么都不用干，就光顾着难过了。你能这样想，我很高兴，所以必须好好奖励。你能这样想，我很高兴，所以必须好好奖励。一天都不落，我不嫌累啊。反正都不能有孩子了，你不用这么努力的。我想说的是过程，不是结果。顾青允，你躲什么呀？看到疯狗躲开，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。你不就两腿一张把伯爷伺候好了才有今天吗？装什么啊？你还真是粗鄙不堪。顾青允，小梨子，小梨子，哎呦，我的宝贝大孙子！我的肚子好痛，好痛！顾青允，你个杀人凶手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！你，喂，青岛有孕妇摔倒了，麻烦你们赶快来调查一下。姐姐，你嫉妒我有孩子把我推下来，我不怪你，你怎么还报警了？
我被冤枉了不报警，难道要等着背黑锅吗？顾清远，你最好祈祷小栗子肚子里孩子没事儿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。我们先去医院。我被冤枉了不报警，难道要等着背黑锅吗？顾清远，你最好祈祷小栗子肚子里孩子没事儿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。我们先去医院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是顾离从楼梯上摔下来了，流了好多血。顾清远，小梨子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，那顾清远必须负责，100个血，1分都不能少。知道上一个敲诈我的人是什么下场吗？我不管，你们薄家必须负责。医生，孩子没了？对，是刚刚摔下楼梯才没有的吗？没错。但是我没有推他，是他自己摔下楼梯，故意陷害我的。你血口喷人！你没当过母亲，自然不知道妈妈对孩子的感情。我身为一个母亲，是绝对不会用我自己孩子的命来诬陷你的。再说了，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是啊，虎毒不食子，我也想不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。顾清远，你自己生不了孩子，见不得别人怀孕是吧？小梨子只不过是嘴上挑衅了几句，但你也不能推她呀。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亲侄子，你居然不怕遭报应吗？我说了，我没有推她。你知道一出了学校就会有保镖跟在我身边，你没有机会下手，所以你特地找了在学校没有监控的地方演了这一出来陷害我。你胡说！我这么害我的孩子，我根本不会这么做的。顾离，你是很聪明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静涵为了保障我在学校的安全，上周刚把庆大的监控做了升级，增加了上百个隐形摄像头，学校已经没有监控死角，而你摔倒的地方刚好有监控。监控现在应该已经调出来了。顾先生，你要看看吗？真的是你自己故意摔倒，陷害顾青云的。可能是我一时不小心自己没站稳吧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要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你就亲手杀掉我的孩子？老公，我不是故意的呀。而且你应该能想到，就算没有监控，就算你成功陷害我，静涵也会保住我的。你拿孩子来陷害我，其实对我造不成什么实质影响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平常感个冒都要去大医院，怎么今天流产反而来这家小医院呢？刚刚上车的时候，确实是你说要来这家医院的。那是因为这家医院是离庆大最近的医院，我当然想马上来到医院，说不定还能保住我们的孩子。现在孩子已经没了，你可以转到大医院去了。大医院医疗条件好，说不定你好好养身体，还能尽快再怀上孩子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怎么？难道你不想怀上顾成景的孩子？你少挑拨离间！我最爱我老公了，我怎么可能不想怀上他的孩子？我可不像你不能生。陈旭，喂，给我找最好的妇产科医生，给顾里好好检查，看看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今天掉的。是。医生，联合患者骗人是要被吊销医生资格证的，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报警了，说不定不仅仅只是失业这么简单。别报警！我说是他给我10万块钱，让我配合他演这出戏，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怀孕。他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不是真的了，老公，我怎么可能会骗你啊？我说的是真的，如果不信的话，就去做个 B 超，什么都清楚了。贱人，你居
居然敢骗我们！我没有。你还敢狡辩？我就说嘛，你怎么突然跑到学校去找顾清远，还发消息说他欺负你，让我们赶紧赶过来。合着你把我们全家当猴耍？我都爬上程景的床了，你还对我要鼻子没鼻子，要脸没脸的！我要不说我怀孕，你能对我这么好吗？你仗着自己怀孕这么多日子，你挥霍了我们顾家多少钱？贱人，你看我打死你！我们回家吧。小涵，你快看看，青允的手呀，也太巧了吧！奶奶，不好意思啊，其实衣服早就设计出来了，但是我想用自己的钱为您和静涵做衣服，所以一直等到上次比赛的奖金发下来才做出来。傻孩子呀，伯家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让小涵上下工资卡，以后呀，你每个月给他发零花钱。奶奶，我已经上交了，现在青青才是首付。这还差不多。伯爷，顾家破产了，听说把别墅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，用来还债了，已经搬到郊区的老破小区。之前因为他跟我老婆有血缘关系，我才一直没有出手收拾顾家，撑到现在才破产，已经便宜他们了。盯着点，别让他们再来骚扰我太太。是。青青，怎么了？这是胃不舒服吗？奶奶，我没事儿，可能是肉吃的太油腻了啊。我让张妈给你泡杯茶去腻啊。张妈，谢谢奶奶。就2个菜怎么吃？有的吃就不错了，就这样，还是我当门卫赚的钱。全家，你好歹也是红极一时的明星，怎么现在带货都带不到？爸，你不懂能不能不要瞎说？我现在名气已经过气了，每天来我直播间的人都是来骂我的。我上播了被网友骂，我下播了还要被你骂。哎呀，行了，我最近在找工作，等我找到工作就没问题了。还有你，程家，一心想着去应聘总经理，这现实吗？还不如去那工地上，可能一天还能赚几百块钱。爸，我好歹也是咱们顾家的大少爷，你让我去那工地搬砖啊？是啊，程景跟程星从小娇生惯养，怎么能去跟那种粗活呢？顾里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呢出去找工作，记住了，还得按时回来做饭、打扫卫生。我出去赚钱，回来之后还要去做饭、打扫卫生啊？怎么不可以吗？人家青雨以前那可是负责1日3餐的，这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不说，还腾出来时间给程星应援，设计服装成了艾丽，那比你可能干多了。那你怎么那么想你自己亲生女儿？你去找她呀！我忘了，人现在变成伯太太，你不跟你这么成亲戚了。好了，再说一遍，说。打我！我不打死你这个臭婊子！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，思允不认我，我们顾家能有今天都是拜你所赐。拜我所赐？就是你！咱就都别吃了好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快出他们过来！哎呀，你冷静一点，他是我弟弟，你敢动他试试？他们说的对，要不是因为你，他至于跟我们家的这样子吗？你就应该在我们顾家当牛做马，弥补你犯下的错。哎呀，这送医院还得花钱。程景，你赶紧去拿胶带，给他把血止住就行了啊！老婆，来，把燕窝吃了。跟谁聊天呢？聊这么开心？
一个同学的小群，在商量毕业以后的去向。我毕业以后想开一家自己的工作室，这样时间上比较自由，可以兼顾家里，也可以多陪陪奶奶。只是陪奶奶啊？还有你。来，吃点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又犯恶心了，应该多休息一下就好了吧？不行，去医院。哎呀，医生啊，我孙媳妇怎么了？犯了1天恶心，是不是胃出毛病了？恭喜啊，恭喜！我太太她怀孕了。可是我之前体检结果说我很难怀孕。我太太，您之前的体检报告呢，我也看了，但是这次验血报告和 B 超都显示你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。我太太身体偏弱，她怀孕的话不会对她身体有影响吧？对，如果对大人的身体有影响，我们情愿没有孩子。我太太到底是年轻，再加上这些日子调理得不错，身体恢复得快，所以怀孕对她没有影响。建涵，我们终于有孩子了。辛苦你为我生儿育女。不辛苦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。来，孙媳妇尝尝味道怎么样？来，合你胃口吗？好好吃啊，奶奶。你们不用这样围着我转的。哎呀，现在你是最需要照顾的时候。小韩也别去集团上班了，就在家照顾芊芊。这怎么行？怎么不行？我是董事长，他必须听我的。果然，官大一级压死人。好了，我已经给你请好假了，你就在家多休息2天啊。谢谢奶奶。我去盯着厨房给你做晚餐啊，照顾好你媳妇啊。知道了。来。我不喝了。也行，医生说要少吃多餐。你真不去上班呀？上班哪有老婆重要？金涵，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只要是你生的，我都喜欢。那我想先生一个儿子，然后再要一个女儿。我从小就希望能有一个哥哥可以保护我，可是后来终于有了2个哥哥，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不配。老婆，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很幸福的，无论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我们都会把全部的爱全部都给他的。你不是在工地搬砖吗？这个点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在工地搬砖摔了一下，王工头就说让我回来休息。你不是去上班吗？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谁规定上班就不能打扮啦？你就是一个在餐厅给人当服务员端盘子的，化这么浓妆干嘛呀？跟你说，我上夜班快迟到了，先走了啊。累死我了！王总，人家今天的表现你满不满意啊？满意，真是太满意了啊！以后跟着我在床上
生意越大，我越兴奋。那你能不能下次对人家轻点？人家也是会疼的。疼找我干？哼！你家那个顾成锦，他对你那么好，你干脆伺候他得了。那个废物怎么能跟王总您比？啊，对了，宝贝儿，我跟我生意上的几个合作伙伴已经说好了，他们夸你床上的功夫好啊，花样又多，以后一次给你2万块钱啊，这可是最高价了。多谢王总谦谦大小。对了，你在外面乱搞，你家那个顾成景知道了，他会不会拿刀杀了你呀？哎呀，他拿刀杀我？他一个废物，一个月才赚1万，我随随便便就能赚2万了。他要是有意见，我就跟他离婚。对，来，再来，我们再来。好，哎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个贱人，这就是你给我出来耍商业班啊！你背着我偷男人，给我戴绿帽子！顾成锦凶什么凶啊？我不出来赚钱，靠你那挣那2个币子够干什么的呀？都什么年代，你不要这么迂腐！我能出来赚钱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！你这个贱人，你还有脸！顾成锦，你敢打我？跟着我当非离婚！你还敢跟我离婚？知道她是我老婆，我还敢睡她，还敢给她介绍工作，就该死！伯爷，刚收到消息，说，顾成锦杀了王德发，当场被捕。怎么回事？是顾离受不了贫穷的生活，勾搭上了王德发不说，还让王德发帮忙介绍客人，被顾成锦当场抓住。王德发被杀，顾离的脸毁容了。我知道顾离贪慕虚荣，但我没想到他这么没有底线。顾家5口没一个好东西，自作自受。青云呀，别把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放心上啊！明天啊，到你产检的日子了，小韩陪你去。知道做面部修补要多少钱吗？居然还想白嫖，赶紧滚！还不赶紧走！青云，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不会放过你的！伯爷，不好了，太太不见了。说什么？护士说太太去了趟洗手间，却迟迟没有回来。我在洗手台发现了太太的手机，人却不见了。立刻派人调监控。是。姐姐，你醒了。顾离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快把我放了！不怕啦？你之前不是很得意吗？天不怕地不怕的。顾离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你，是你一直在针对我。
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你快放了我！放了你！顾青雨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从天堂到地狱，从堂堂顾氏千金到现在一个毁容的烂女人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！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你。要是当初你愿意把婚约让出来，哪有今天这么多事啊？薄太太就应该是我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慧离，你先冷静一点。我知道你被毁容一时接受不了，这样，你先把我放了，我出钱给你做手术。你怕了？我知道你为什么害怕，你怀孕了是不是？可是，原本应该跟伯言怀上这个宝宝的人是我呀！不要害我的孩子！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那我就让你跟我一样痛苦。那我就让你跟我一样痛苦。思涵，爸爸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还是输给了你？为什么？贱人！你害我顾家，害我儿子杀人坐牢，我杀了你！青雨，你是我们顾家亲生的女儿，爸，求求你了，救救你妈妈和你大哥吧，把他们从监狱里面捞出来吧，我们都知道错了，青雨。青雨，你忘了你以前对二哥的好了吗？你狠心看你二哥过得这么惨吗？青雨，求你了，二哥错了，给二哥点钱。要见吗？不了，他们不是真的知道错，他们只是受不了现在的苦日子，希望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，顾青雨有爱他的爸妈和两个哥哥。跟我走吧。静涵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看这里的环境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工作室。我的工作室？啊，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上下班。我想见你的时候，就可以见到你。你也太粘人了吧！我就要黏你，我要黏你一辈子。青雨，我还欠你一场求婚呢。